男人穿越至60年代的95号院里，首先就是把一中只因男人穿越时继承了原主的记忆，得知自己的父母是原西的高级工程师，可6年过去，他却没收到父母的任何消息。熟读剧情的他知道，信件必定是被某个人截住，于是他立马到邮局核实。我父母都是原建西部的物理教授，去了西北6年，我和奶奶一封信都没有收到。我想查一查，是我父母到底有没有邮寄过来，还是有邮寄过来却没有送到我的手中。柜员一听是原建西部的重要人员，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父母叫什么？我帮你查查。我叫张大壮，我父亲叫张振华，母亲叫李锦绣，奶奶是个文盲，所以父母若是寄信，一定会寄给我。柜员一听到张大壮，他总觉得有些熟悉，便立刻开始查找邮件信息，很快就找到了相关信息。寄信人张振华，收件人张大壮，2个月邮寄一封，逢年过节都有信件。伴随信件的还有一份汇款单，每次200元，相当于每个月100元，逢年过节200元。可是张大壮1分钱没收到。罗娟看着上面的信息，顿感大事不妙，便立刻报告给了领导。王科长，您快来一趟，有大事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王科长，这里有个大案子，涉及到金钱多达7800元。这位张大壮同志的父母是原建西部的高级知识分子，每个月都给他汇款100元和一封信，逢年过节200元。可是6年了，他一封信都没收到，1块钱也没收到。负责那片区的邮递员是哪个？是老高，他在南古罗巷街道那边负责送信，已经快10年了。到底查到没有？如果查不到，我就让治安同志介入了。查到了，具体情况我来问一下。小罗，你带着张大壮同志去会客室喝茶，我去问问老高具体什么情况。说罢，王科长立刻跑去问问老高什么情况。老高，你跟我说清楚，南古罗巷街道95号张大壮的信件是怎么回事？王科长，什么怎么回事？张大壮的信件每次都是由院子里的联络员易中海检查后，由他亲自交给张大壮的。这种事情持续好几年了，不可能出错的。毕竟汇款单涉及那么大的金额，肯定要检查的。那孩子还小，肯定要有大人监督才行啊！狗屁！连续6年了，张大壮1分钱1封信都没收到，你这是严重渎职！王科长，这件事和我无关啊，我胆子再大也不敢贪污那么多钱啊！跟我去找苦主，然后报治安！你这个该死的东西，为了节约那点屁事，惹出多大的篓子！这件事会牵连我们整个邮局的。很快2人来到会客厅，看到张大壮脸色沉重地坐在那里。你就是张大壮？这么大了，易中海不是说你还是个孩子吗？我家的信一直都是你送的，那些信和汇款单呢？小同志，你家的信和汇款单一直是由你们院子的8级工管事大爷易中海帮忙签收的。他说你家老人是文盲不识字，你还是个孩子，而且院子里的信都要先经过他审核，然后再交给你们。我没拿1分钱啊！你们报治安吧，若我报，倒霉的可就不止是一个易中海了。最终王科长选择了报警，他亲自打电话给治安所的李阳所长，把事情说了一遍。李阳所长听到后都懵了，易中海此人竟然如此勇猛，敢贪污7800元。李阳立刻召集6个治安员赶往邮局，拿到确凿证据后，轧钢厂还有20分钟下班，我们直接在95号院守株待兔。是，冬雪，你不要着急，今晚上我找张大壮商议一下，给你家让出2间2房，他一个人住3间屋子也是浪费。到时候你每个月给他2块钱就行，反正他现在穷的都揭不开锅了，出手了。谢谢师傅。易大爷，等会我跟你们一起过去，那闷头驴如果敢拒绝，我就给他2巴掌。很快3人就来到95号院门口。今天严老抠竟然不在大门口守着，真是奇怪啊。3人刚进去，大门瞬间就被反锁了起来，几个治安扑了上去，易中海被按倒在地，贾东旭被吓躲到一旁不敢吭声。见状，傻柱顿时勃然大怒，朝着那2个治安员就冲了过来。没想到那个治安员一个过肩摔，将傻柱重重砸在地上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是易中海，95号院子的管事大爷，轧钢厂的8级工。抓的就是你，那个也一起带走。续接上集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是易中海，95号院子的管事大爷，轧钢厂的8级工。抓的就是你，那个也一起带走。为什么要抓我？哼！为什么抓你？你不知道吗？先带我们去你家。我是院子里的3大爷，我是小学教员，我带你们去易中海家。严不贵带着公安来到中院易中海家门口。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？我南盐和柱子可是附近出了名的好人啊。原地站好，不许动，进2个人进屋搜查。大妈顿时慌了，屋内可是有不少见不得人的东西。她趁着所有人不注意，立刻跑到后院把门打开。几位同志，小易可是95号院的管事大爷，常年带着院子里的人争取文明4合院，在院子里尊老爱幼，深得邻居喜爱。你们这么对待这样一位工人，不觉得有问题吗？这里没你的事，先去一边。
这案子可不小，若你也牵扯其中，恐怕就别想着养老了。龙老太太顿时被吓得连忙后退。大概20分钟后，进去的几个治安员从里面搬出2个大箱子。所长，找到了，里面都是张大壮父母邮寄过来的信和钱，信封都被销毁了，只剩下信纸。大壮，我是在帮你存钱啊！你一个孩子拿这么多钱，我不放心。我是一大爷，肯定要照顾院子里孩子的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，你不要误会啊！我和奶奶没钱吃饭的时候，你不把钱给我；我没钱上学的时候，你不把钱给我，你替我存钱。呵呵，你以为我是傻猪，会相信你这种鬼话？把易中海和他媳妇带走，至于信和钱也先带回去当做证物，等拍照存档后再交给张大壮小同志。大壮你放心，今天就能结案，明日送去审理，最迟3日就能送他去打靶。大壮，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啊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啊！你忘记你们没钱的时候，一大爷是怎么照顾你们奶孙2个的吗？公安同志，我要求易中海今天晚上之前把我父母邮寄给我的东西全部交给我，我家里已经就剩下1毛钱了，一点存粮也没有了。这是应该的，拍照存档，这边有邮局的2位工作人员会帮你计算易中海到底欠你多少钱的。大壮同志，我们一定竭尽所能，不让易中海少赔偿你1分钱。派出所内，王科长亲自计算，7800元加上利息，6年早已经超过2万元。大壮同志，易中海在拘留室内跟疯了一样要见你一面，你看看要不要见一面？见一面吧，让他死心。大壮，我知道错了，可我对你也是非常好的啊！你和你奶奶生活困难，都是我帮你们的，你们到现在还欠我20块钱呢，你不能让我去死啊！易中海，你可真够无耻的！如果不是你截留我父母的汇款单，我奶奶怎么可能累到死？而我又何必因为钱而休学？大壮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赔偿，双倍赔偿给你。你本就该赔偿我2万多，再加上你该弥补我的，至少要赔偿我3万元，只多不少。想双倍赔偿我，你做梦呢！易中海彻底绝望了，3万块，他卖了也赔不起了。张大壮，你当真要自绝于95号院吗？我若是因为你被打靶了，影响我们院子的名声，全院都会针对你，傻猪不会放过你的。切，你以为我是许大茂，什么都不懂，任由你忽悠？张大壮说完转身就走，只留下易中海在那里嚎嚎大哭。龙老太太跟傻猪去找街道办王主任，把事情说了一遍。老太太，这件事对我影响也不小，可我若是插手，张大壮若是不给我面子，我肯定也要折进去。小王主任，你尽量帮忙说说话，我再找轧钢厂的杨厂长帮忙说说情，争取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这样对你对咱们街道办的影响也会小很多。你先去找人吧，我先去探探张大壮的口风。王科长带着2个会计已经把要赔偿的钱算好了。李阳所长，张大壮同志连本带息，易中海要赔偿2.2万元，但是易中海家的全部家当加起来也就2万元，就算加上他的房子，也还差900元左右。900元就算在他的期限内，到时候就不信加不到1颗花生米。就在这时，王主任急匆匆赶来。大壮啊，关于易中海这件事，我有责任，是我太相信易中海了，才让他担任95号院子的管事大爷。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奶奶和你父母。这件事怎么能怪你呢？王主任，这些年多亏你照顾我和奶奶，让我们经常拧到杂活，这才活到现在，所以您不必自责。大壮，如果易中海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赔偿，你能不能饶了他这一次？王主任，这件事和您无关，即便上面有人来询问，我也会把您从这件事摘出来的，希望您也别让我难做。王主任心中暗喜，如果张大壮能把自己从这件事中摘出去，甚至说点好话，那这件事对街道办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。谢谢大壮了，我就是觉得易中海这个人品行虽然差，可好歹也是8级工，既然你不愿意饶了他，那就公事公办。张大壮从治安所出来，就一路朝95号院走去。丁，恭喜宿主获得绝不妥协系统，只要拒绝不合理要求，便可得到奖励。宿主拒绝王主任不合理要求，获得系统大礼包1份，奖励系统空间1座，空间大小为10立方米，大力丹1枚，服用可瞬间拥有3牛之力，农场3亩，奖励灵泉1口，服用后可增强体质。只要拒绝不合理要求，就能得到奖励，这也太美妙了吧！张大壮找了个地方吞下大力丹，又喝了一口灵泉水，瞬间感觉磅礴之力贯穿全身，单手举鼎，拥有霸王之力。刚到95号院外面，就听到众人都在议论今天这件事。真是没想到易中海这么狠，谁说不是呢？那可是将近8000块啊！你们谁他妈放屁呢？易大爷那是帮张大壮保管，他一个学生要那么多钱干什么？就在这时，傻猪跟老太太也从轧钢厂家属院回来。傻猪，张大壮穷的都辍学了，连饭都没得吃。你说易中海帮他保管，也就你这个傻子会相信。傻猪顿时恼羞成怒，冲向四大闹就撕打起来。
傻柱，给我住手！你们快去拉开傻柱！刘光奇、刘光天、严谢成三人立刻扑了上去，把傻柱从许大茂身上拽开。你们这帮小王八蛋竟然拉偏架，真当我这个老太太好欺负的吗？龙老太太抡起拐棍就砸向许大茂，吃痛后立刻就跑回家里，不敢再冒头了。张大壮那个小畜生不识好人心，竟然把小易送去派出所。等他回来，我非得让他跪下道歉，然后把小易接回来不可。张大壮回来了。此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，中夜时分冲向前院。张大壮，给我滚出来！跟我去派出所把事情说清楚，就说易大爷是帮你保管的钱财。对，张大壮，你不要不识好歹，易大爷也是为了你好。大壮啊，你还小，不懂事，快听大家的，把老易接回来，这对你的名声有好处。滚！丁，检测到宿主拒绝傻柱不合理的要求，奖励100斤麦种。检测到宿主拒绝贾东旭不合理要求，奖励烤鸭2只，奖励白面100斤。哈哈哈，都不需要去买，只要拒绝这帮人的要求，就能无限刷资源了。傻柱一听到张大壮拒绝自己，顿时很气愤。张大壮一拳把他击飞，砸到贾东旭身上。你想造反吗？怎么？你是皇帝吗？反抗傻柱的迫害就是造反吗？东旭，你没事吧？张大壮，你这个小畜生！谁再敢骂我，贾张氏就是例子。还有你，老太太，再在我面前摆你猎鼠的谱，我就把你冒充猎鼠的事情上报到街道办好好查查。龙老太太被吓着了，她只希望杨厂长和王主任同时介入，张大壮能够给点面子，至少保住易中海给自己养老。赶走众人后，拒绝龙老太太的要求，张大壮再次得到系统奖励1只大公鸡和3斤土豆，于是便炖了起来。闻到肉香味的贾家便炸毛了。我要吃肉，好香的鸡肉味！奶奶，我要吃肉啊！秦怀如，你没听到棒梗哭喊着要吃肉吗？你去药店来，正好给我和东旭补补。秦怀如含着眼泪，端着一个大海碗，闻着香味便去了前院。大壮弟弟，你炖的鸡肉太香了，我家棒梗馋得直打滚，你能不能分一碗给我带回去？不分，我又不欠你的。你家男人2级钳工，1个月37.5，想吃肉自己去买。张大壮拒绝后，秦怀如猛了一下，自己在院子里借遍钱中货3个院子，还没有被拒绝过呢。最后还是无奈只好回去。你能干什么事情啊？连一碗肉汤都借不到。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！棒梗在撒泼，贾张氏更是气急败坏。畜生啊，没良心的畜生，都欺负我们贾家啊！老贾啊，你快上来把他带走吧。贾张氏的声音很大，传到了前院。张大壮可不是挨骂忍着的主，他关上门便冲向门。下次再敢骂我，就不是打你那么简单了。就在这时，刘海中和严不贵走了过来。张大壮，你怎么能在院子里随意打人呢？别以为没了易中海，你就可以在院子里嚣张霸道。他长时间辱骂我在先，不打他，难道还要我把他送到治安所吗？你岂有此理！如此不尊重院里的领导，明天我就和王主任说，把你赶出95号院。那我倒要看看你明天如何带着王主任来赶我走。大壮在家呢。李所长，你这突然过来是有什么事吗？我这次来是因为杨厂长和王主任想当说客，我必须要在场，确保他们公平公正，不能对你出现威胁恐吓的情况。所以等会谈的时候，你安心谈，不要有后顾之忧。张大壮颇为惊讶，没想到李阳来这里竟然是担心杨厂长和王主任以势压人。李阳还跟张大壮说了一下谈判的技巧，可以适当让步，但是绝对不能让太多。邮局那边你也要谈一下，能要一个工号最好。张大壮默默点了点头，弄到工号自己不用也可以卖出去，这年头工号可是有价无市。就在这时，王主任和杨厂长带着龙老太太走了进来。王主任，你们是来有何贵干？大壮，我和杨厂长过来呢，就是想当个和事佬，调解一下你们之间的恩怨，你若有条件可以提。小张啊，易中海是我们轧钢厂少有的8级工，对建设还是能出很大一份力量的。当然他也罪大恶极，所以我们就是想和你谈谈，能不能让他用实际行动来化解他的恶行。若不是他截留我的信件，我奶奶也不会积劳成疾，早就去了，我更不会因此而休学。我实在找不到理由给他机会。龙老太太气得咬牙切齿，
但又想到易中海若是被打靶，那以后谁来照顾他？大壮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小易这些年的却做了一些错事，但是总体上对你家还是不错的。你若如此不念旧情，以后在院子里还怎么和大家相处？王主任，杨厂长，不是我不乐意给易中海机会，而是他连本带利欠我2.2万，还不算赔偿金，现在只给我2万，我凭什么给他求情？众人齐刷刷看向龙老太太，他们来帮忙求情肯定没问题，但是让他们出这么大一笔钱，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的。这也太多了，我们根本没有那么多钱，打个对折如何？龙老太太可舍不得那么多钱，那就别谈了吧，也没必要为了他浪费那么多钱。龙老太太为了保住易中海，只能咬牙忍了。好吧，小易的房子值1000，他的和我的房子都是私宅，等我100年之后，我的房子也给你，这就是2000，剩下的我把我家底都给你，这总可以了吧？我还需要轧钢厂一个工号，能谈就谈，不能谈就算。就算能谈，我的底线也是送易中海去大西北吃沙子，可不能留他在院里继续霍霍人。一个工号，杨厂长倒是能做主，但是就让自己平白送给张大壮，他肯定不乐意。杨厂长皱眉看向龙老太太，小杨啊，只要能让小易活下来，我会让他把钱补给你的。老太太，这是轧钢厂的集体资产，易中海肯定要补回来的。谈妥之后，龙老太太就回去了。10分钟后，龙老太太就带着房契以及这些年积攒的家底过来了。我的家底都在这里了。看不出来，这老太太竟然藏了这么多，单小黄鱼就得价值近5000元吧？还有现金1000多，只是那些玉佩和大洋现在不值钱，可是后世值钱啊。给我留500块养老就行，其他都是你的，包括2间屋子。龙老太太恨得牙痒痒，但是心底却想着把钱和宝贝都拿回来，便忍痛割爱了。看来易中海和这老太太肯定还有别的关系，不然他凭什么拿这么多钱出来救他？续接上集，龙老太太掏出所有家底，让我为易中海求情。张大壮，我要确保易中海没事，不然这件事没完。怎么？你还想他回来继续上班吗？他贪这么多钱，不死就是最好的结果。我可以求情，不让他被打靶。至于怎么判，那就不是我能决定的。龙老太太恨不得咬死张大壮，但是想到有杨厂长和王主任在后面周旋，最多也就是几年的事情，便咬牙忍了。只要明天把房子过户给我，工号和房子到位，我马上就去给他求情。行，你明天把房契和地契拿到街道办，我帮你办理过户手续。我明天让人把工号手续直接送到王主任手中，让他交给你。谈妥之后，都各自欣喜的回去了，觉得只要张大壮去说情，让易中海不会打靶，后面的事再有几个人在背后运作一下，3、5年后就可以回来了。求情的话自己可以说，但是说到什么程度，还不是自己一句话的事情。而且易中海犯的事情可不止这一点，自己那批信件里可还有傻柱不少，钱也有1000多是他的。到时候自己把信丢给李阳，让公安和傻柱说，傻柱原不原谅易中海就不知道了。大壮，明天把钱都送到银行存起来，免得被人惦记。而且明天一旦房屋过户完了，可千万别耍小聪明，得罪县管的人可不是什么好事。那2位可都是管着你的人，人家稍微给你使绊子，都够你吃一壶的。谢谢李所长，我知道，我肯定会求情的。至于怎么判，那是法院的事情。对了，那个工号我暂时用不上，李所你若是需要，可以拿去。张大壮可是中专生，一旦毕业那就是包分配的，而且是干部岗位啊。李阳大吃一惊，这年头还有用不上工号。但是想到张大壮的中专身份，李阳顿时呼出一口浊气。大壮，叔就不和你推辞了，我家确实需要这个工号，我父母户口都是农村的，没有定量。大儿子毕业2年了，也没有正式工，这段时间为了一口吃的都快吃土了。但是你放心，市场价多少钱，我家2成，每个月至少还你30元。李叔，今天多谢您替我做主了，如果不是您，我也不会想去要工号，甚至会被他们以权压人。你若是看得起折，就先把工号拿去用，钱不钱的太见外了。李叔，谢谢你们，这个大恩我迟早会报答的。明天我先拿300给你，剩下的钱我慢慢还你，你不能不要。李叔，就当你替我保管着，等我结婚了再给我。李阳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这种人绝对不会伸手要老百姓的东西，也不贪不占的，否则家里不至于这么困难。第2天上午，张大壮来到街道办办理过户手续。大壮，下午你和我一起去治安所一趟，若是能让易中海少做几年，也算是王姨欠你一份人情。我会尽力把情况说明的，但是法院怎么判，那就不是我能管的了。你也别怨王姨，我只是欠老太太一个人情，而且这事情闹大了，我也不好交差，毕竟是我选易中海当姨大爷的。王姨，放心吧，我知道分寸。我昨天不是针对您，就是太气愤龙老太太和易中海干的坏事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想和您提前通个气。什么事情？很严重吗？我昨天看信件的时候，发现有些信不是我父母邮寄的，而是傻柱的父亲何大清邮寄给傻柱的。这些信件也被易中海截留了，同时也截留了傻柱和何雨水的生活费，10年，大概1200元左右。王主任倒吸一口冷气，两眼一黑，差点晕过去。这事若是传出去了，自己也得脱层皮。
这可是典型的严重失职。大壮啊，姨欠你一份大人情，你千万别把这件事传出去，不然王姨肯定要倒霉的。让街道办主任欠自己这么大的人情，以后在院子里就不用再顾忌了。还有一件事也和您提前说一声，这件事若是搞不好，也会牵连您。张大壮继续加码，不幸加不到王主任感恩戴德。听到这话，王主任整个人都麻了。还有什么事情？易中海联合贾家多次诈捐，利用傻猪武力胁迫大院的人给贾家捐款，几乎半年一次捐款，每次都是30块左右，一年就是60，已经8年了。这次易中海出事，肯定会有人想要回这笔钱，万一闹大了，您可就是失职之罪啊！与其被人举报，不如您主动去院子里把事情解决了，防止出现后患啊！此时的王主任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该死的易中海，还有刘海中和严不贵，这种事情居然都瞒着我。王主任气得够呛，立马叫上2个街道办干事，便冲向95号院。王主任得知易中海所犯之事会连累到自己，立马带着信件就来到95号院子里。傻柱，你跟我进屋，我有事和你说。小李、小孙通知全院晚上6点准备开大会，任何人不得缺席。王主任，您找我啥事？你是不是武力胁迫院子里给贾家捐款了？谁胡说八道呢？贾家这么困难，大家帮扶一下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放屁！贾家有没有钱我能不知道？贾东旭一个月将近40块，他家5口人，人均8元，比贫困标准可高多了。还有易中海帮扶，他家算是标准的有钱人家了。你们每年还要强行逼迫大院给贾家捐款，这件事闹上去，你和贾家、易中海都得进去。我不知道这事啊，姨大爷说贾家不容易，没有定量，这才让我们捐款的。行了，别人喊你傻柱，你就是真傻了。傻柱低头不敢吭声。你爸和大清每个月都给你妹妹和雨水邮寄10块钱当生活费，还有一些信件，但是这些信件也被易中海截留了，钱也被易中海用了。什么？截留张大壮的信和钱还不够他用的吗？他是怎么敢截留我的钱的？够了，你给我冷静点。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2条路，你报治安，算上张大壮的事情，足够他吃花生了。但是你妹妹的钱肯定没了，而且你联合贾家、易中海武力胁迫大院捐款的事情肯定也要曝光出来，你也要进去，10年起步。第2条路，我现在带你去找易中海，让他写下欠条，每个月给你还钱，你武力胁迫大家捐款的事情，我当作没发生，如何？王主任盯着傻柱，他只想赶紧大事化小，不想把事情闹大。傻柱现在也别无选择，只能选择答应。随后便带着傻柱、张大壮前往治安组。易中海，你这个老绝户，凭什么截留我妹妹的生活费？你知道我们成年那几年和妹妹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柱子，我只是想帮你保存。傻柱，你不是说易中海是好心帮我保管吗？他现在不也是好心帮你保管吗？傻柱面红耳赤，竟然不知如何反驳。行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易中海，你宣判之后应该是去西北改造，也有工资，你必须每个月邮寄30块钱给何雨水，连续邮寄5年，多余出来的算是利息。你若同意就签协议，不同意的话，我就把这个案子上交上去，到时候必被打靶。好，我同意。另外，你的房子已经过户给大壮了，家当也评估了，再加上龙老太太的家底，正好赔偿大壮的本息以及赔偿金。易中海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只好快速签下名字。看完好戏，张大壮便来到了邮局。大壮，事情处理完了吧？王科长陪着笑脸，就希望张大壮对这件事别再追究了，不然邮局领导肯定吃亏，甚至要被一撸到底。王科长，我也不为难你们邮局，我父母6年的辛苦，我乃因此积劳成疾，都是你们邮局不作为，你们必须补偿我，不然这件事没完。大壮，你尽管说，我和孙局长尽量满足你。一个工号外加1张自行车票，这是我的底线，没得谈。王科长倒吸一口冷气，邮局每年倒是有2张自行车票的分配权，但是现在的工号可不好搞。这自行车票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是工号短期内肯定没有，若是给我点时间，我们或许能够挤出来。1年之内给我工号，但是你们要提前写条子，免得后面不认。自行车票我现在就要，并且给我开个条子，证明自行车票的来源。王科长松了一口气，就怕张大壮不给谈的机会，赶紧跑去办理。出了邮局，张大壮拿着2张条子和1张自行车票，第一时间便去买自行车。搞定一切后，拿着轧钢厂的介绍信和工号便去了李阳的办公室。李叔，这是工号和介绍信，下午就可以去轧钢厂办理入职手续。大壮，叔谢谢你了，这是300元，剩下的我慢慢还你，每个月给你10块钱。张大壮现在不缺钱，而且这份人情岂能让他用钱来还？叔，这笔钱你先帮我存着，等我结婚的时候再给我，我家也没个大人，给我那么多钱也不安全。李阳想了想，最后答应了，大不了等到他结婚的时候多准备一些，而且这份恩情可不能用500块钱来衡量。对了，你去邮局了没？我刚从那边回来，要了1张自行车票和1个工号，但是那边暂时没工号，需要1年时间，但是给我批字条，1年后随时过去上班。李阳倒是知恩图报的，多次提醒张大壮，甚至连邮局都没放过。李叔，没事，我就不打扰您工作了。李阳看着张大壮的背影，没想到自己一个善念帮助张大壮，
却成了张大壮天大的恩情。严不贵，关于捐款的事情，你那边有没有记录？你最好老实点，这件事很麻烦，你别引火烧身。这件事都是易中海干的，再加上傻柱，我们也不敢说啥。我要的是捐款记录。连忙跑去拿账本，足1本子，都是捐款记录。王主任翻阅了一下，眼珠子都气绿了。这哪里是从53年开始，这分明是从51年就开始了，整整10年时间，每年平均捐款60元。包括粮食物资之类的，共计捐款605块8毛4分钱。让你家老大去派出所叫李阳所长，让他带2个治安员过来，最好带1个女治安来，还有让每家必须让当家的出来。刘海中、严不贵、傻柱必须到场，贾家的贾张氏也必须出来。严不贵也不敢耽搁，连忙跑去安排。不到20分钟，李阳所长便亲自带着1男1女2个治安过来。女治安20多岁的模样，一看就是很角色那种。王主任扫视一圈，发现不少人还没到。今天我不想废话，就是为了贾家和易中海诈捐的事情来的。10年来诈捐605块8毛4分钱，贾张氏给你们3分钟，现在立马把这笔钱退还出来。你若不退还，明天你家诈捐的事情就会传到轧钢厂，不但你家的工作保不住，李所长也会按照诈捐的罪名抓捕你们母子2人。青天大老爷啊，我们95号院终于看到天亮了。还有傻柱那个混蛋，每次捐款，我们若是捐的少了，都要挨打，必须要严惩。对，傻柱和贾张氏以及易中海一样可恶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对于傻柱，我肯定要惩罚。他这10年总计捐了多少，全部分给大家，不会给他退1分钱。傻柱低着头，知道自己犯众怒，也不敢反驳。贾东旭更是害怕，而贾张氏却面目狰狞，一脸要拼命的样子。在他眼里，钱永远都是第一位的，吃进来的怎么可能吐出去？来人啊，街道办嘎人啦！我不活了，这是要逼死我们孤儿寡母的啊！小孙、小李，让这个女人闭嘴！2个女干事可都是身宽体胖的女人，专门2个人上去就给贾张氏按住，并把他嘴封了起来。贾东旭，还有2分钟，你不要不珍惜，丢了工作还要进去，我可不会心慈手软。贾东旭果然怕了，立刻小跑到屋内，把贾张氏存钱的箱子抱了出来。打开箱子的那一刻，众人眼珠子都快瞪圆了，里面全都是积攒的全部家底。这么多钱，真够狠的啊！要让他们连本带利都还回来，至少也要赔偿2倍。王主任气得都快疯了。如果贾家确实没钱，即便这事曝光了，也只能说易中海以权谋私。但是贾家这么多钱，这罪名可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2倍赔偿，必须2倍赔偿。贾东旭，你若不同意，现在就和李所长说，让他带你和你妈回去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然后就是退钱。易中海每次都是捐10块20块，极少数捐5块钱，总计就捐了1/3，204元，翻倍赔偿就是408元。雨水，易中海欠你1200元，还你2400元，现在还你408，后面的慢慢还。王主任懒得看傻柱，他整天跟着秦淮如匹夫后面转悠，这钱给他的也会被秦淮如匹。刘海中是第2多的，几乎都有60元左右，紧跟着便是许家父子俩的50元，2倍退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，大部分人分到钱就回去了。你们2个把院子给我盯好了，谁再敢闹事，一定上报到街道办，看我不狠狠收拾他。刘海中和严不贵2个人欣喜若狂，没了易中海，2人在院子里的威望岂不是直线飙升？2人就像哈巴狗一样卑躬屈膝送走王主任和李所长等。老贾啊，你快睁开眼看看吧，我们贾家被欺负了，你快上来把我带走吧。贾张氏撒泼打滚之后，立刻把眼睛盯上何雨水了。快把408块还给我，那是易中海捐给我家的，凭什么让你拿回去？快给我！何雨水被吓得连连后退，他太瘦了，哪里是贾张氏的对手？哥，救命啊！何雨水在傻柱眼里虽然不如秦怀如，但是肯定比贾张氏重要啊！他立刻就要冲上去拦住贾张氏。柱子，我婆婆就是太心疼钱了，有点疯癫了，这钱就让她先拿着吧，等过2天好了，我就把钱拿给雨水，好不好啊？雨水，秦姐说的对，你留那么多钱也没啥用，先让贾家婶子拿一段时间。他敢抢我的钱，我就敢治安，这是我爹邮寄给我的生活费，是易中海欠我的。你这个小兔崽子翅膀硬了是不是？我管不到你了是不是？你可以这么说，你既然把贾家看得比我的命还重要，那就分家，你跟着贾家过，我自己过。你找死，我打死你！何雨水扬起头，倔强地看着傻柱，眼睁睁看着傻柱的巴掌抡到自己的脸上。何雨水眼前一黑，身体重重砸在地上，直接晕倒过去。众人倒吸凉气。此时傻柱也突然清醒了，赶紧扶起何雨水，可惜何雨水浑身瘫软，没有半点意识。雨水，你别吓我，
众人心里纷纷咒骂，但是没人和傻猪说啥，他们都赶忙各回各家。贾家的人也不敢再待下去，就怕被这事赖上。无奈的傻猪只能抱着何雨水跑去医院。足足过了1个多小时，医生才从抢救中。医生，我妹妹没事吧？你们兄妹是难民吗？看着你的样子也不像啊。为什么你妹妹如此营养不良啊？什么营养不良？我是厨子，我妹妹怎么可能营养不良？你是厨子，你妹妹身体严重亏空，肯定是因为常年饥饿导致的。你一个厨子养活不了亲妹妹，而且明显是挨了打，有点脑震荡。现在暂时脱离危险，但是依旧有危险，你多注意点。傻猪心骤然一痛，想到自己的钱和饭盒大多数都被秦怀如借走了，何雨水的粮食也被贾家分走了部分，顿时臊得面红耳赤。雨水，哥错了，我糊涂了，你就原谅我这次，我不会再帮贾家要你的钱了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何雨水没有搭理傻猪，只是两眼无神地看向护士。护士姐姐，我好饿，我能不能给您点钱和票？您帮我买一份饭菜。护士鄙夷地看了一眼傻猪。好，我去帮你买。我是他哥哥，我去买。说着，傻猪还想去拿钱。别把钱给他，他想拿走我的钱去给贾家的儿媳妇，就因为才把我打成重伤，我不信任他。护士姐姐，您不要把钱给他，否则我会被饿死的。护士立刻将钱放到背后，警惕地看着傻猪。何雨水，你至于这么埋汰你哥哥吗？我好歹也把你养大了。自从秦怀如和你关系好了之后，你何曾把我看在眼内？每个月5块钱生活费，我要买书本笔墨，要买女孩子用的东西，剩下的2块钱可能活命吗？你从未想过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。你帮助的贾家，贾东旭1个月的工资比你还高，需要你帮吗？傻猪无言以对。你每次都听易中海忽悠，可是他呢？节流我的生活费，节流张大壮的生活费，他一个十恶不赦的人，你却尊敬如亲爹。你眼里根本没有是非对错，只有你认为的对错。别人夸你2句，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，连亲妹妹的死活都不管。你知道我在学校里饿晕多少次吗？我好不容易拿回一点生活费，你却为了秦怀如1句话就把我往死里打。你这种人配当哥哥吗？你吃不饱不会说吗？当着这么多人面毁我名声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根本就不是人，满脑子全是秦怀如。你滚！我不想看到你。傻猪气急败坏，在众人的辱骂中转身离去。我盯好。傻猪返回95号院就被严不贵给拦住了。柱子，我和你说个事情。傻猪本来心情不好，但是看严不贵那鬼鬼祟祟的样子，立刻来了兴趣。想不想快速拿回易中海欠你的生活费？怎么拿回来？易中海去了大西北，随时都会回不来。不早点把钱拿回来，这笔钱就打水漂了。你若答应我，把剩余的钱快速追回来，就给我120块辛苦费，我就帮你这个忙。傻猪本来很生气严不贵狮子大开口，但是想了想，易中海说不定真会回不来，到时候剩下的2000块可就没了。行，答应你了。易中海赔偿张大壮的那笔钱里，就包含了你父亲何大庆邮寄过来的钱。张大壮凭什么要何大庆的钱来补偿自己？易中海又凭什么拿你们的钱来赔偿张大壮呢？所以得让张大壮接受这笔烂账，而你拿现金。对呀，凭什么我家得到的是一笔烂账，而张大壮去拿了我爸邮寄给我们的生活费？还有一点，这笔钱虽然是你爸何大庆邮寄给何雨水的生活费，但是这段时间生活费都是你出的，所以这笔钱就该是你的，而不是何雨水的。我可是把你当侄子才告诉你的，以后饭盒给3大爷一个呗。3大爷，谢谢您提醒我，你放心，以后若是有饭盒，保准有你一份。你现在去找张大壮，人家肯定不会搭理你的。要不要我再给你出个主意？3大爷，您快说说，这要是把这笔钱提前要回来，我请你吃好的。柱子，这个院子里我最看好你，明天你去找王主任，把我今天说的好好精简一下，跟他说，若是给我10块钱，我可以帮忙替你说，保证王主任给你做主。10块钱而已，傻猪感觉很值。3大爷，你等等，我回去拿钱，咱们一起去。另一边，张大壮今天去学校取消休学，开始继续上学，毕竟只有几个月就毕业了，没必要在学校耗下去。可他却不知道严不贵带着傻猪去了街道办，目的就是从他手里薅2000块，让那账让自己背着。若是知道傻猪和严不贵的心思，张大壮都能笑死。你们95号院子又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王主任，是傻猪找我说了一些事情，我想我是他3大爷，肯定要帮他一下。严不贵又把事情添油加醋的说一遍。王主任眉头一挑，仔细一想，还真是这样。这笔钱应该退给何雨水才是，至于何雨水欠傻猪的，那是他们兄妹内部的矛盾，到时候稍微调解一下就可以了。好的，等下班我就去你们院子帮你们协调这件事。现在我们都要上班，而且张大壮小同志有了钱肯定已经去上学了，现在却也找不到他。傻猪虽有不甘，但是也不得不先去上班。眼看要到了下班的时候，严不贵便匆匆赶了回来。不到半个小时，张大壮骑着崭新的28大杠回来，打算明天就住校。大壮回来了，这自行车真漂亮啊！现在有车有房还有钱，你不得请大家吃顿饭庆祝庆祝吗？你提供粮食吗？你这小子
你庆祝，凭啥我提供粮食啊？而且我家的定量也不够啊。你也知道定量不高，还让我请客，你是资本家皇室人吗？你这个臭小子，读书都读到哪里去了？这么不尊重长辈，我只不过让你简单庆祝一下，可以请院子里2个大爷喝点酒，有我们2个大爷在院子里帮扶，你的日子也能好过点。你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切，就你们2个饭桶，一个就只会打儿子，一个只会算计别人的鸡毛蒜头的严老抠，还帮扶我，恐怕恨不得把我吃了吧？我可惹不起你们2个大爷。说完，张大壮就直接回去了。严不贵顿时气得直跺脚。回到家，张大壮打开系统面板，发现自己这几天拒绝了太多人的无理要求，竟然把农场扩大到10亩黑土地了，系统空间也扩大到100立方米，各类种子、票据都奖励不少。看到那么多奖励，张大壮直接开启一键种植模式。搞定一次后，张大壮开始暴起肌肉，不过片刻后便相继哭，可把严不贵馋坏了，就连中院的蒋家都开始急眼了。去看看是不是那臭小子又在炖肉了，给我要1碗来。秦怀茹知道自己借不到，任凭贾张氏如何辱骂都无动于衷。你若不去，你就滚回秦家村，什么事情都办不好，留着有什么用？秦怀茹不得不拿着大碗去试试，眼泪哗啦啦的往下掉，就像受到莫大的委屈一般。但是这种不合理的要求，张大壮倒希望他每天都来，然后每天拒绝一次，总能刷到一些好东西的。又来要饭了，不给，让你家老太婆来借，我或许给你点面子。大壮弟弟，求求你了，如果你不借我肉，我婆婆就要把我赶回乡下去，你就帮帮我吧，我会报答你的，我帮你洗衣服做饭。把你赶下乡，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我很乐意看到这个局面。失落的他也不敢回去，只能等傻柱回来拿他的饭盒，却不知道傻柱今天为了缓和和何雨水的关系，为了让何雨水痛快把剩下的那笔钱留给自己娶媳妇，直接把饭盒拿到了医院，根本没想着把饭盒拿回来。何雨水着实没想到傻柱居然把饭盒拿到医院了，心底终究是软了一些。当傻柱把今天早上严不贵说的事情说了一遍，何雨水眼神一亮，他也希望把钱拿到手。哥，你先回去和张大壮谈，哪怕要不到2000，把我们的本金1200元拿回来也好啊。我先回4合院，尽量把剩下的2000块都要回来，到时候哥给你娶个漂亮的城里嫂子。如果我哥真能结婚，远离贾家，就算给他1000块又如何？秦怀茹看到傻柱空手回来，顿时目瞪口呆。柱子，你的饭盒呢？秦姐，我妹妹住院了，肯定送去给她吃了。秦怀茹一听，顿时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，眼神不断看向张大壮家。是不是张大壮那个小子又欺负你了？没有，是姐命苦，家里现在实在是太难了，棒梗非要吃肉，我婆婆心疼她，要我找大壮弟弟借点肉，但是大壮弟弟不仅不借，还说我是臭要饭的。傻柱顿时怒气上头，冲向张大壮的家。张大壮，给我滚出来！你敢骂秦姐是臭要饭的，我打死你！张大壮，偷袭算什么本事？能打赢我就算你有本事，还要打死我，我干你都没问题。张大壮，你怎么能打人呢？你眼里还有没有2位大爷？听到动静的严不贵和刘海中他们也走过来。张大壮在院子里随便打人，你眼里有没有王法？你就不该住在我们院子。我是正当防卫，你们若是不服，就去报治安。看到张大壮打傻柱，贾东旭立刻冲上去想一脚踹死张大壮，只是速度太慢，被张大壮一脚就踹飞过去。张大壮，你想进去吗？给我住手！我现在可是院子里的一大爷。你算个屁啊！有种你就去治安来抓我！刘海中怒火中烧，自己当一大爷的第一天就要被小孩子挑衅，以后谁还听自己的话？光天，你跑去找治安，抓走这个小混蛋！光天是刘海中的儿子，刘光天不敢不答应，立刻就要冲出去报治安。就在这时，王主任带着一个女干事迎面走了上来。你们又在干什么？你们院子没完没了的是不是？你们又在干什么？你们95号院没完了是不是？我一进来就看到张大壮在打傻柱，我命令他停下，他竟然还骂我。我也阻止他打人，可是他非但不阻止，还出言辱骂我。院子里的人都能给我们作证。张大壮，你为什么要打人？今天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，我一定送你去治安所蹲几天。张大壮就没打算这个所谓的街道办主任能够公平公正，就喜欢偏听偏信，否则也不至于养出这帮奇葩大爷来。王主任，秦怀茹跑来我家借肉，我不借，傻猪就冲过来说要打死我，严不贵就在一旁看着呢。我自卫反抗有什么错？如果反抗有错，就让治安来抓我，我绝无二话。王主任被气得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，怎么就不先听听张大壮的话呢？好歹昨天也成了张大壮不小的人情啊。秦怀茹，你要不要脸？你家没钱吗？为什么天天出来借肉？秦怀茹顿时崩溃无比，摸着眼泪就跑了回去，仿佛最委屈的就是他。贾东旭，回家管好你家婆娘，下次再敢出来借肉，别怪我不客气。贾东旭那叫一个委屈啊，只能灰溜溜的跑回去。这件事到此结束，傻猪、张大壮、严不贵，你们几个留下，其他人都撤了吧。王主任此时也有点不喜欢张大壮，
觉得在易中海这件事上特别没面子，都是因为张大壮一点脸面都不给自己，不然也不至于被上面处罚。王主任，这是有什么事吗？大壮啊，易中海赔偿你的3万块钱，其中的1002是有问题的，那是何大清给何雨水邮寄的生活费，易中海没资格做主。若不是严部贵同志提醒，我也没注意这件事，所以何雨水委托傻柱过来要回这笔钱，然后我去找易中海协商，等他挣钱了就给你还钱。易中海赔偿我的钱是经过审判院、街道办和治安所共同协商的，这笔钱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问题。至于何雨水的钱已经被易中海挪用了，傻柱和何雨水想要钱可以去找易中海，反正他明天夜里才坐火车去大西北，理论上来得及，你们别浪费时间了，快去吧。王主任顿时为难了，因为易中海赔偿的事情他可是全程在场的，没有任何异议。现在让张大壮拿出来确实有点难。大壮，这可不对，你怎么证明易中海挪用了何雨水的生活费，而不是挪用了你的生活费？你和何雨水都是受害者，做人不能太自私。你拿到了那么多赔偿金，可雨水一个小丫头却只能落债务，谁知道易中海猴年马月才能汇过来，说不定到了大西北就渴死了。严不贵，咱们摆事实讲道理，谁贪污了何雨水的生活费？是易中海。我有没有挪用何雨水的生活费？没有。所以你们来找我干什么？难不成债务还能转移不成？那易中海的债务能不能转移到你头上？那既然如此，你帮易中海还了这笔账吧。我凭什么帮他还钱？你嘴上说做人不能太自私，结果呢，让你帮忙还钱就不行了，让我替易中海还钱就可以，满嘴仁义道德，满腔鸡鸣狗盗之辈。你不可理喻！我说的是易中海赔偿你的那笔钱里有一笔是雨水的生活费，他没资格处置，就该还回来，重新划分账目。这个和我没关系，我和你们说不着，你们要么去找易中海，要么去找龙老太太。这个老太太和易中海肯定是亲属关系，不然易中海的房本为啥在龙老太太那，还愿意帮易中海出了那么多钱？所以你不去找易中海和他的家属赔钱，跑来找我这个受害者干什么？对傻柱，他纯粹是看不起，但是对严不贵可是有着深深的敌意。他可以为了一点便宜就能把人往死里逼，得找个时间狠狠弄一下严不贵，让他自顾不暇。大壮，能不能商议一下，把和雨水的那部分生活费先还一半给雨水，600块就行，然后我和易中海说，让他优先给你。我拒绝这个提议，我和易中海的事情两清了，没必要节外生枝，没事的话我就回去了。王主任，您要不要进去喝口水？你们都先回家去吧，我再和大壮商量商量。张大壮想买下门口的院子，自然不想得罪他，至少暂时不能明面上得罪。王主任，我屋外的这块空地能不能卖给我？我想建个院子。可以，但是需要200块，前提是不能扩建到中间线，必须留出1米的空地当做路。明天早上你去街道办，我给你办理手续，搞定一切。张大壮骑上车子直奔治安所，因为今天下午易中海就要去大西北改道了，走之前肯定也要恶心一下易中海。易中海，有人来看你。当易中海看到张大壮的时候，眼珠子顿时红了，愤怒地盯着张大壮。张大壮，你还有脸来见我？你是不是人啊？我对你和你奶奶多照顾啊，为了担心你的钱被挥霍，特意给你存账，你竟然把我送去大西北8年多。易中海，这次去了大西北，一定要和你那不要脸的媳妇一样好好改造，不要再干这种缺德的事情了。你等我回来一定要弄打你。治安同志，救命啊！这个人要嘎了我，还威胁我，我强烈要求给他加期限。小同志，我们会向上汇报今天的事情的，你放心，绝对给他凑个整，至少增加到10年。易中海人都麻了，就只是愤怒了一下，结果期限就增加到10年。张大壮，现在你满意了？易大爷，你说你怎么就没有悔过之心呢？我真的是为你好啊，我就是听了您的教导，这才过来让您好好改造，可你怎么不识好人心呢？易中海一口老血喷出，直挺挺倒了下去。哎，易大爷，你气性不要这么大嘛，在院里当久了土皇帝，真以为自己是皇帝了，别人哪怕说一句不中听的就气成这样，你要是这个态度，可怎么改正错误啊？说罢，张大壮扭头就走。当天夜里，易中海和易大妈就被送去大西北。半个月后，张大壮终于从学校回来，看到院子已经被搭建起来，自来水和电表都已经入户，再也不用和院子里这帮人搅和在一起了。大壮同志，你的工号周转过来了，半年之内一定要找人顶岗，不然邮局压力也是很大的。谢谢王科长，我尽快安排亲人过去。到时候如果对岗位不满意，我帮你调岗。王科长一走，全院的人都跑了过来，尤其是秦怀茹，只要拿到工作就可以迁户口，家里就会多出3个有定量的人，贾家就有活命的机会。大壮弟弟，求求你把工号给我吧，我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。大壮兄弟，以前是哥哥不懂事，你千万别和我计较。贾家现在真的太难了，定量不够，你把这个工号让给我家，就等于救了我全家的命啊！大壮啊，你把这个工号让给我家老大吧，我出300块钱。大壮，我可是院子里的姨大爷，你把工号让给我，以后在院子里遇到什么事情，你都来找我。不让。张大壮说完转身就进了屋子，众人也识趣的离开了。第二天，张大壮骑着自行车四处闲逛，看着几十年前的房屋，仿佛回到了前世的小时候。只不过这时候他的原身压根没出生。不知不觉中，张大壮来到了街道救助站，这里有大量逃荒来的难民，
各个地方的人都有。就在张大壮陷入沉默的时候，王主任带着干事走了过来。大壮，你来这里是打算捐点钱，帮助这些受苦受难的百姓吗？王主任清楚张大壮现在可是个土财主，年纪轻轻就有3万多块。王主任，我捐多少比较合适？看你个人心意，现在救助站确实挺困难的，不然我也不会问你了。那我捐3000吧。不过王主任，能不能让我去街道办的仓库里挑选一些东西？家里刚刚装修，里面空荡荡的。捐3000，如果真捐3000，他把仓库搬走一半都行。那里都是一些破旧的玩意，都是旧时代的产物。如果你真捐3000给救助站，我做主了。仓库里的瓶瓶罐罐和字画你都拖回去，挂着都没问题。张大壮立马掏出3000元递给王主任，看到钱的那一刻，王主任激动的都快跳起来。孙干事，你立刻带人去做个大锦旗，把张大壮同志捐款3000元的事情绣在上面，要突出他的个人高尚纯洁的品质，要加班加点，第一时间赶出来找打鼓队。明天下午5点半敲锣打鼓绕一圈咱们的街道，直奔95号四合院。交代完，王主任就赶紧带着张大壮直奔仓库而去，生怕他又后。经过本系统扫描识别，这13个瓶瓶罐罐最值钱，可收藏，绿色标记点则是古董，价值逊色许多。王主任看张大壮拿这些他们眼里的破烂，顿时觉得有些惭愧。捐3000元就要这些玩意，这孩子脑子是不是抽了？发现唐伯虎字画真迹一幅，发现宋徽宗书法字画精品各一幅，但是他们都被一些仿品遮掩住了。张大壮对这玩意可不懂，等到后面找人重新装裱就行了，全部照单全收。大壮啊，这些玩意没啥大用，你要不多找点有用的，不然我这心里真过意不去啊。吃亏是福，易中海经常教导我们，做人不能只顾着自己。我就是纯粹找一些装饰品，也不是想靠着捐款就来这里打秋风的，不然我成啥人了？好，那你多拿一些字画回去，实在不行拿回去当引火的也可以。王主任，这些东西就让街道办帮我运回去吧，我给工钱，1人5毛钱，但是一定要小心点。这些瓶瓶罐罐拿回家我还要用，我家现在真的是家徒四壁，就2个大碗，什么都没有。没问题，我这就去。王主任立刻安排人给张大壮进去。大壮，你拿那么多书法字画回来干什么？我给街道办捐了3000块钱，王主任让我把这些易燃物拿回来引炉子用的。捐3000块给街道办，你疯了？我高尚纯洁的品质你不懂，易中海教育你们，做人不能太自私，你们都忘记了。不到10分钟，全院的人都知道张大壮给街道办捐了3000块。该死的小混蛋，我们家这么困难都不给我们家捐款，居然给街道办捐3000。嘘，妈，你小点声，万一被听到了，您又得挨打。我怕他，您不怕他，那您大点声音嘛。哼！秦怀茹心底暗暗盘算着，现在傻住几乎是靠不住了，只有想办法拿下张大壮。他年纪小，还不懂女人带来的快乐，只要我肯下功夫，就一定能拿下张大壮。关上小院的门，张大壮把所有字画瓶瓶罐罐送入空间，把一些特意的放出来充当门。哈哈哈，发财了！几十年后自己一件一件往外卖，得卖出多少钱啊？第二天清晨，阳光刚洒向街道，张大壮便背着书包早早赶往学校，而街道办却已热闹非凡。把那面锦旗再熨烫一下，务必让字清清楚楚。放心吧，保证漂漂亮亮的。中午时分，一面超大锦旗被高高挂在街道办大门口，上面写着张大壮高尚如白莲的纯洁品质，帮助百姓的高洁精神，几个金字熠熠生辉。哇，这锦旗可真够大的，一次性捐3000块，这小伙子不简单啊。奖章和茶缸都准备好了吗？下午打鼓队出发前务必都清点好。都准备好了，王主任。派出所的李阳得知消息后，满心疑惑，他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街道办。王主任，大壮给你们街道办捐款3000块是怎么回事？他是自愿的吗？李所长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我虽为了政绩会做些手脚，但这是他主动捐的，不信你5点钟后去95号四合院亲自问他。这小子为啥要一次性捐这么多？难道他的品质真有这么高洁？卧槽，捐3000块，这思想境界，咱普通人根本比不了。张大壮还是个学生呢，听说长得特别帅气。你们别瞎议论，那是我未来女婿。这下好了，以后谁再敢道德绑架我，就用这些柔语狠狠砸回去。大家安静，今天召集全院大会是要宣布一件大喜事。咱们院子虽然出了易中海这样的败类，但也出了张大壮这样为百姓付出的好少年。他为街道办救助站捐助了3000块，街道办特意送来锦旗、奖章和茶缸以资鼓励，大家要学习他的高洁品质和战胜困难的意志。真不愧是我们院子的年轻人，尊老爱幼，帮扶弱小，品质高洁。老太太说的对，大家一定要向张大壮同志看齐。这老登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王主任啊，咱们院子一向尊老爱幼，大壮也做了表率，
我本不该麻烦他，但实在没办法了。以前易中海夫妻照顾我，现在他们去了大西北，我没人管啊。大壮，你思想品德这么好，能不能帮我一把，负责我的晚饭？众人顿时语塞，纷纷露出鄙夷的神色。老太太，您做人不能太自私啊！您60多岁，正是奉献的年纪，怎么能想着混吃等死？我一个学生，白天上课还要照顾烈属，晚上自己做饭，您怎么好意思让我照顾您？你这小子怎么说话呢？张大壮，你给陶皇的捐3000块，帮老太太一把怎么了？他老人家的房子都给你了，你对得起这些荣誉吗？傻柱，你要点脸吗？她是你奶奶，我为什么不照顾？她住我的房子，我都没要房租，你还好意思让我一个学生管她晚饭？好了好了，都别吵了。老太太让大壮负责您晚饭确实不妥，他还是个孩子。您要是实在困难，要么让院子里谁家帮忙，要么跟我去养老院。龙老太太看向院里几户人家，却没人敢接话。大孙子，让雨水照顾我吧，我现在出门都难，实在需要人。你让我退学照顾你，我小时候饿到喝自来水，找你要口吃的，你把饼干藏背后，现在让我休学，你是皇太后吗？傻柱，你为了秦怀茹差点饿死我，为了这老太婆要我退学，我要分家。王主任，您不帮我分家，我就吊死在街道办。老太太，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先是逼张大壮，现在又逼何雨水退学，要不要我辞职来伺候你？王主任息怒，我老糊涂了，说胡话呢。你真不是人，今天必须分家，耳房归何雨水，正房2间归你，明天就分户口。严不贵，你起草分家协议，何雨水用你的生活费，你要是要这笔钱就断亲，不要就只是分家，你选哪个？他要分家，那我就要这笔钱。行，那就断亲，1式3份，街道办留1份。何雨水，你每月还傻住5块，还10年，从此恩怨两清。严不贵快速起草协议，王主任也带着一肚子气返回街道办。为保定市治安局吗？帮我查个人何大清，他儿子傻住为了别人家媳妇打亲妹，还逼妹妹退学，你们赶紧找到他，让他回来管管。什么？我现在就回去。何大清挂断电话，立刻办理介绍信，带着房契冲向火车站。当天夜里就赶回了4、9城。开门，赶紧开门！听到动静，邻居也围了过来。何大清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哪个混蛋敢踹门？找死！傻住！老子嘎了你这个混蛋！爹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是你啊！为了寡妇欺负你妹，为了老太婆逼她辍学，你给我滚！这房子是我的，给狗住都不给你！何大清，你敢撵我大孙子，反了你了！你闭嘴！我啥时候多了个后妈？她是你孙子，你带走，我不认！柱子，跟我去后院。龙老太太装聋作哑欺负人，贾家算计邻里，严不贵抠门，这些事迹可得好好宣传宣传。夜里，张大壮写好几十份大字报贴满街道、轧钢厂和学校，标题震惊。秦怀茹和傻柱不得不说的3两是格外醒目。当天晚上，贾东旭和傻柱在中院碰面，两人都因白天的流言憋了一肚子火。傻柱，你个混蛋，我要嘎了你！贾东旭，你疯了！敢打我儿子，我抓死你！柱子，别打了，东旭你也住手啊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你们还要不要脸了？王主任啊，有人造谣我儿媳妇，我们没法活了啊！造谣？秦怀茹天天等傻柱拿饭盒，找他借钱，全院谁不知道？再闹我直接拉你们去游街！谁贴的大字报？自己站出来，不然查笔记查出来，后果自负。大家这是怎么了？贾家和傻柱家不是关系挺好的吗？众人纷纷摇头否认。王主任看着眼前的乱局，脸色越来越沉，而张大壮内心则十分高兴。我不管你们之间是什么恩怨，总之不允许再贴大字报，否则查到之后我直接送进去。说罢，王主任带着街道办的干事离开了，却不知道张大壮的大字报已经准备好，只要等到夜里，随时可以散向四面八方。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你不该叫傻柱，应该直接叫傻子。傻柱被抽懵了，愣是没法反驳。秦怀茹，你把欠我的800多块钱还给我，不然我明天就去治安所和街道办告你去。柱子，你这是要逼死秦姐啊？秦姐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姐真的是太难了，所有人都不相信我，你也不信我。你还在忽悠我这个傻叉儿子？我现在不管这个傻柱怎么想的，今天你不把我儿子这些年的积蓄还回来，我就送你们2个去治安所。秦怀茹终于知道怕了，像个小奶狗一样可怜巴巴地看着傻柱。傻柱攥着拳头，虽然很喜欢秦怀茹，但是800块啊，现在名声还被搞臭了，再和他有牵扯，说不定真被送去游街。何雨水，你去找王主任，今天他贾家不还钱，那就送去游街。
何大清，你这个混蛋，敢找王主任，我就和你拼了！张小花，你特么的别在我面前耍横，我不是易中海，你敢在我面前撒泼，我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。他们都是老熟人，知根知底的。贾章是确实有点怕何大清，因为挨过打。何大清可不是那种怜香惜玉的人。何大清，我家没借你儿子的钱，你敢诽谤我家儿媳妇，我就报治安抓你。好好好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傻子居然写日记，正经人谁特么写日记啊？傻柱，还不把日记本抢回来？可是傻柱看着何大清愤怒的眼神，终究是没敢动手。秦怀如现在是真的怕了，如果今天不把钱还了，今天就单单是那日记本就无法收场，无奈只有乖乖回家凑钱去了。东旭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家里就剩下这点钱了，现在粮食越来越贵，若是这么下去，最多1个月我们就得饿死了。贾东旭一想到全家人没饭吃，心底的压力就愈发大了。要不我去跪着求张大壮，他手里的工号就是我们家的救命稻草，他不答应，我就跪着不起来。儿媳妇，你要是能拿到工号，每个月给我3块钱养老钱，我帮你带孩子、洗衣服、做饭。秦怀如感觉自己翻身的机会来了。妈，东旭，你们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。张大壮正在家琢磨大字报还有没有修改的地方呢，就听到外面的敲门声，起身顺着缝隙看到了秦怀如就那么跪在地上，泪如雨下，那叫一个可怜。大壮弟弟，求求你救救秦姐一家吧，把工号卖给我家吧，我家真的活不下去了。张大壮装作不知道，直接从后面窗户跳了出去，跑到街道办找王主任。王主任，我想问问救助站有没有性格泼辣且非常有正义感，能稍微识字的妇女啊？什么意思？你找这种人做什么？您就说有没有吧，我保证对您来说是一件政绩。王主任似乎有些犹豫，但想到送政绩，瞬间就来了兴趣。至于四合院那帮人，找个泼妇去治治也是极好的。有倒是有，只不过他之前嘎过人，而且脾气不是泼辣，而是很辣。因为在老家有人想对他和他妹妹耍流氓，结果被他一刀解决了。但是当地治安判他无罪，只是当地闹饥荒，活不下去了，所以逃到我们这边。这特么就是我要找的人，王主任带我去找他，我要把我的工号送给他。你是不是有大病？这么晚了逗我玩呢？我认真的，非常认真。你告诉我为什么？这可是工号啊！你拿出来送给我，我能感谢你8辈祖宗。你是不是打听好了他妹妹是个漂亮的姑娘，这才来打主意的？王主任，我是品质高洁，有素质，有理想，怎么可能这么龌龊啊？我就是想帮助可怜的人而已，这也算是您救助一个逃荒者的政绩了。您不要我就走了。你是想利用泼妇对付院子里那帮无耻的人吧？都说王主任是聪明绝顶、善良大方、干练的街道办主任，我一直不相信，现在我是真的相信了。行，我带你去看他，你们自己谈。叶无双，你过来一下。很快，一个年纪大约27、8岁的女人走了过来，看起来跟没结过婚的后世女人一般，但是眼神犀利，让人不寒而栗。他就是你要找的人，你们谈吧，谈妥了来找我。叶无双盯着张大壮看了一会，眼神清明干净，没有敌意，只有好奇。小朋友，你找我干什么？叶姐你好，我叫张大壮，我来找您是因为我们院子有一帮禽兽天天欺负我，想霸占我家财产。我听说救助站有一个狠角色，就过来了。不我帮你打人，我可办不到。我现在是逃荒的难民，敢惹事，街道办第一时间就会把我遣返回去。当然不是，我这里有一份工号想送给你，还把我多余的房子租给你，你住进我们院，只要有人欺负你或者是你妹妹，就给我狠狠的揍。如果有妇女恶心我不方便出手的，你也帮我揍他们，可以不？就这。叶无双有些不信，他一个从千里之外逃难来的人，都见惯了人性的恶毒，他不信一个陌生人这么对他。当然，你拿了我的工号，还住我的房子，肯定要给我房租和米工号的钱。唉，我没钱，要是有钱也不至于沦落成逃荒的难民。又不是让你一次性给我，每个月给我5块钱就行，第2年以后每个月还我10块，第2年开始收房租。叶无双彻底沉默了。你别以为这是很轻松，我们院子除了我没一个好人。张大壮又把全院人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。叶无双瞪大眼睛，虽然自己带着妹妹走了上千里路，也没见过这么奇葩的一群人。你的条件我答应了，不过我有个妹妹，今年16岁，我需要带着她一起住进去。好，带上你妹妹，今天就跟我住进去，我让王主任带路，免得你不放心。为什么这么着急？我们中院贾家的儿媳妇秦怀如就跪在我门口要我的工号，我不给，她能跪在我门口不起？如果给了，我特么就是一个傻子。之所以现在去，也正好让王主任看看我们院子那帮人在干什么。等我去跟王主任说一下，顺便叫上我妹妹。大壮有没有提过分的要求？如果有，你要告诉我，我帮你收拾他。
大壮弟弟人非常好，就是看我可怜才给我公号的。谢谢王主任，我以后一定会报答您的。别说什么报答，你在95号院只要收住脾气，别惹事就行，不然我这街道办主任位置就保不住了。只要别对我妹妹下狠手，我绝不会惹事。那走吧，我带你去认个门。随即4个人步行来到4合院，此时这里早已围得水泄不通，连隔壁院子的人都凑过来瞧热闹。张大壮太狠心了，小琴确实挺可怜的，拿一个不用的工号帮帮他怎么了？谁说不是呢？也就是个沽名钓誉的小人，捐3000给街道办，对邻居的苦难却视而不见。众人见东跨院大门迟迟不开，议论声越来越激烈，渐渐演变成对张大壮的辱骂。放开我！这小兔崽子太不是东西了，看我不砸了他的门！你疯了，在这儿闹事想丢工作啊？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这工号要是拿不到，我们贾家明天就得饿死了呀！开门，张大壮，你这个人真是铁石心肠。众人跟着一起破口大骂，可骂了半天，院子里始终毫无动静。我就不信他能躲一辈子。张大壮压根不在屋子里，你们在这喊破喉咙也没人搭理啊！想问。续接上集，贾张氏等人在95号院门口大闹。就在这时候，张大壮和王主任带着2个女人走了进来。王主任其实已经站在门口几分钟了，看到院子里如此胡闹，气得气血翻涌，差点吐血倒地身亡。秦怀茹、贾张氏，你们2个真该死啊！叶无双下意识看了一眼张大壮，还未进院子就感受到了这个院子里的人有多无耻了。如果不是王主任拉着他已经冲进去报答贾张氏和秦怀茹了。你们这帮看戏的人更是无耻！大壮的工号，一个娘们哭唧唧掉几滴猫尿就能要走。刚刚骂人的那几个混蛋，还有踢门的那个，站出来把你们的工号让给贾家好不好？哼！刚刚不是挺能说的吗？怎么让自己出钱出工号，你们就低头装死了呢？慷他人之慨倒是有精神。可是我们的工号都有用啊！张大壮一个小孩子要工号干什么？呵呵，真不愧是能忍心饿死妹妹也要帮扶隔壁媳妇的男人，佩服啊！刚刚骂人的那4个，每人罚款5块，如果不交，我就找到你们的工作单位通报这件事。还有那个踹门的，罚款20，再赔偿张大壮3块钱损失费。怎么，现在换人忽悠了？不忽悠傻住了，打算把张大壮忽悠成傻子了？王主任，我真的没办法，家里就东旭一个人挣钱，一个人有定量，若是再没有别的进项，最多1个月就全饿死，哪怕婆婆下乡，那点定量也是不够的啊！如果大壮弟弟不帮我们家，我们真的只有等死了。你和贾张氏是死人吗？家里困难，为什么不能去街道办申请扫厕所？1个月好歹也有7、8块钱，2个人就是16块。可是你们呢，只想着骗院子里的人，骗完这个骗那个。贾张氏顿时不乐意了，扫厕所，饿死都不能去扫厕所。贾家是高门大户，她一个贾家老太太，必须在家享受。我一个老人竟然要去扫厕所，这是旧社会啊！我不活了，街道办太欺负人了。闻言，王主任气得哆嗦，看向叶无双。叶无双接收到信号，大步流星上前，抬手。我操！这女人是何方勇士，竟然如此勇猛！贾东旭一直躲在女人背后，一看贾张氏挨打，顿时抡起拳头就冲向叶无双。叶无双身影一闪，手关节就像炮弹一般前抵。卧槽，竟然是铁山靠！贾东旭这要是再挨几下，最多也就3、5天就会死在轧钢厂，可不能让叶无双杀了他。这家伙是个孩子，会被院子里的禽兽欺负了。而此时，王主任也是浑身冒冷汗。刚刚若是叶无双打了贾东旭，恐怕自己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。无双，下次打人不能用功夫，用巴掌抽脸就行。你刚刚是想干了贾东旭吗？此时，贾东旭也是冷汗直冒。他刚刚明明看出叶无双想打了自己，那眼神就像看着死人一般。王主任，这个外来人凭啥在我们院子打人？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姐姐叶无双，手上有真功夫，你们最好别惹她。她的实力你们看到了，到时候被打伤了，可别说我没提醒。这个妹妹叫叶温柔，她们是亲姐妹。现在张大壮把工号捐给叶无双了，并且把中院的房子借给她们姐妹2人，以后你们就是邻居了。众人不甘心，甚至有些愤怒。地中海那2间房子，包括邮局那个工号，大家都觉得张大壮是想坐地起价，最后还是会留在4合院。哪知道张大壮居然捐给一个逃荒的女人。张大壮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不帮邻居，居然把工号和房子都借给一个逃荒女，你是不是想和这个人瞎搞呀？老娘一个丧偶的寡妇，不怕坏名声，但是谁敢坏我恩人张大壮的名声，我绝对宰了他。你们不信就问问王主任，我打过2个畜生，还不犯法？你们不怕死就胡说八道。我们不同意一个杀人犯住进我们院子。秦怀茹非常聪明，必须拒绝叶无双进入4合院，否则哪里还有她的事情。这姐妹俩都是妖精，住进来后威胁太大了。
一定要阻止他们。对，不能让他们住进来，太危险了。叶姐不是杀人犯，她是正当防卫，她是英雄，6扇门都判了。你们是觉得6扇门判错了吗？还有谁是反动派？站出来让我看看。叶无双姐妹都震惊地看着张大壮，竟还能这么辩解自己。以前被人说他虽然生气，但是根本没法辩驳，毕竟是真打的人。既然大家没意见，叶无双和叶温柔姐妹俩就住在中院园艺中海的房子。那房子现在属于张大壮的私宅，任何人不得侵占。你们若是不怕，我就送你们和易中海团聚。贾家彻底崩溃了，自己看中的房子没了，工号也没了。明天都不上班吗？还不回家睡觉？别整天学老太婆到处八卦，要把心思都用在学习和建设上。我明天要是听到谁胡说八道，就送他们去单位好好说道说道。众人一哄而散，王主任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和张大壮以及叶无双姐妹进了屋。这里的东西都被街道办处理了，叶姐，我明天带你去办理入治安，后我带你们去买点生活必需品。至于钱，你们先欠着。至于明天的早饭和中饭，你们可以去用我的厨房做饭。叶温柔低着头捂着肚子，毕竟在救助站一天就一个窝窝头。去我家吃点夜宵吧。王主任，你也跟着一起吧，免得有人搅事的。王主任也有点馋张大壮家的伙食，毫不犹豫就答应了。大壮弟弟，已经很麻烦您了，怎么好意思再打扰您呢？我们忍忍就过去了。没事，我正好也饿了，都是邻居，不要和我客气，以后我还会麻烦你们的。叶无双和叶温柔也的确是饿了，也不再拒绝。你们喜欢吃面还是大米？给我们弄个窝窝头就行。窝窝头，我暂时没那材料，喜欢吃那玩意，等后天你们正式开火自己弄。唉，要不是饿的没办法，谁喜欢吃窝窝头啊？3个女人就这么看着张大壮拿着大米煮饭，然后拿出6个鸡蛋和1只鸡，在厨房忙活起来。他们都看呆了，第一次看到男人这么会做饭，那技术毫不逊色傻柱这种职业厨师。大壮，你平时就这么吃吗？你哪里来的那么多票？哎，都是一中海造的孽，省下那么多肉票和鸡票，都快过期了。我担心造成财产流失，不得不买了1只鸡。平时我可舍不得这么吃，要不是今天看王主任你留在这里吃饭，我压根没想做鸡翅。这孩子真懂事，竟然这么对待自己。想想以前自己为了捂盖子，没少让他吃亏，心底就格外的不得劲。王主任开始打量家里的摆设，简简单单，有不少瓶瓶罐罐，看起来有点不像是从街道办仓库搬出来的东西。只不过这些东西长相都差不多，他不是专业的也分辨不出来。但是那些字画却一个都没有。大壮，你从街道办仓库弄来的2大车字画、书法都拿去了。王主任有点担心他投机倒把，把字画书法都拿去卖了。引火烧了，您不是说这些字画要让我拿回来引火的吗？真的吗？真是造孽啊！下次跟孩子说话可千万不能犯糊涂，必须和他说的明明白白。沉默了好一会，香味越来越浓，香味直接飘向全院。片刻后，大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但是张大壮装作听不见。大壮，有人敲门，你怎么不去看看是谁？不用看，肯定是贾家闻到了肉香味，让秦怀茹出来骗吃骗喝呢。不信您就去看看。王主任有些不信，起身就去开门。大壮弟弟，我家一天没饭吃了，你能不能？秦怀茹，你真把我的话当放屁了。我前脚刚说完，你们家不要再拿着大海碗到处要饭，你后脚就来了。王主任，对不起，我家真的是太难了，放梗饿的嗷嗷叫，我们大人可以忍着，但是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我这个当娘的实在是心疼啊。那行，我给你们找个活路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和贾张氏承包整个街道的旱厕，负责打扫卫生和掏粪，一个人1个月工资10块钱，街道办补贴1人10斤口粮，如果不去，除了贾东旭，你们其他人全部下乡去吧，毕竟你们户口都在农村。王主任，我错了，我这就走。秦怀茹扭头就跑，扫厕所那是吓得人抬蛋骨，他绝不去。可是王主任心里已经决定，明天就让人来强行带着一对婆媳去扫厕所，不扫就拉去批斗。这一顿饭王主任吃的格外不是滋味，叶家姐妹吃的也格外拘束，这比过年时候吃的还要好很多，根本不敢夹菜。张大壮没办法，只能拿公筷给他们分了1/2的菜。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，不必客气，不然我以后还怎么请你们办事？谢谢。吃完饭，王主任满肚子气回到街道办，询问了一下保卫科，才知道没人来说大字报的事情，这才不得不回家休息。第2天，张大壮特意请假，带着叶家姐妹第一时间去邮局办理入职手续，又去街道办办理户口、副食本，随后又带他们去购买一些生活用品，春夏秋冬的衣服各2套。还好我的票据足够多，不然一次性还真买不起这么多东西。这家伙到底是什么心思？难道真看上我妹妹了？可温柔才16啊，若不是家里遭难，现在都该上初3了。这一天下来，
总共花了500多块，锅碗瓢盆全是新的，油盐酱醋和2人的衣服也买齐了。姐，花了这么多钱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还上啊？没事，这点钱不算什么，你们别往心里去。张大壮心里清楚，系统农场里第一批粮食，鸡和猪都能卖了，下午回家一键出售就能有2000块进来，这点花费根本不算事。就在张大壮忙完，刚刚回到4合院，就看到王主任亲自带着几个街道办干事将秦怀茹和贾张氏拖走了。你现在怀孕，只负责扫厕所，贾张氏负责掏粪，1个月每个月9块钱工资，外加10斤粮食补助。若是偷懒，可别怪我无情。我们不干，这种脏活怎么能让我们干？我可是高门大户出来的，怎么能做这种下贱活？你们这是欺负人！就这样，贾家婆媳2人忍着恶臭味干了一下午，等到回来的时候，浑身都是臭味。2人一边走一边哭，仿佛受到了天大的委屈。可惜叶无双不可能同情他，若是之前在救助站能有扫厕所的工作，他绝对会第一时间报名。当天夜里，张大壮难得空闲下来，又开始写大字报，这次专门针对严不贵和龙老太太。这2个老登总是找麻烦，不反击一下他们不知道厉害。第2天一早，街道办就炸开了，大门口贴了2份大字报，一份揭露龙老太太在院子里称宗道主，压迫大家抢吃的，还详细写了多次事件的细节，以及易中海把它包装成猎鼠，利用傻猪殴打压迫大家的事。另一份大字报是关于严不贵的，说他常年在4合院门口当门神，利用职务之便算计别人的3瓜2枣，还常年哭穷，说自己1个月27块工资，靠院子里人的同情心骗帮助。这些大字报不只贴在街道办、街头巷尾、轧钢厂、红星小学大门和95号4合院都各贴了2份。妈的，谁这么了解我们院子？难道是许大茂？到底是谁贴的大字报？给猪爷滚出来，老子不打断你的狗腿！傻猪的话前中后3个院子都能听得清清楚楚，唯有叶无双觉得这是和张大壮脱不了干系。听到傻猪在中院咒骂贴大字报的人，叶无双手持擀面杖走了出来。喂，臭傻子，别在我家门口大呼小叫的，不然老娘打死你！傻猪2眼瞪圆，他昨天晚上跑得早，根本不知道叶无双的事情，此刻2眼就跟被定住了似的。寡妇死忠基因再次爆发，完全忘记了秦怀茹。你好，我叫傻猪，今年27岁，轧钢厂8级厨师，1个月37块5。对面这2间就是我们老何家的房子。你是谁呀？为什么会住在张大壮那个小混蛋的家？那个坏蛋可不是好人，就是个混不吝，专门欺负我们这些老实的工人。再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我挖了你的眼珠子！傻猪有点受虐倾向，面对叶无双的威胁，甚至觉得有点小心烦。可是何大清知道这女人有多疯，他昨天晚上一直躲在暗处看完事情经过。傻猪若是对上这个女人，真容易被宰了。傻猪，滚过来，老子有事和你说。叶无双同志，对不起，我这儿子脑子有点不好，您多担待。说的好像老娘脑子好使似的，告诉他，下次再敢侮辱张大壮弟弟，用那种眼神看着我，我宰了他。是，您说的对，我一定好好管教他。你特么别想找死，那个女人你惹不起。昨天王主任带来的时候说了，这女人叫叶无双，已经杀了2个人了，而且都是无罪释放。爹，我喜欢这个女人，你帮我一把，我一定好好孝顺你。滚你喵的，老子还不想死呢。叶姐，我先带你去邮局，带你认路，明天你自己去。温柔，这是我家钥匙，你白天无聊可以到我院子里看风雨文学类的书籍，也有字典，不认识可以查字典。张大壮把叶无双送到邮局，便快马加鞭赶到了学校。殊不知此时的街道办彻底斗不住了，上级部门直接一个电话打到了街道办问责。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把事情处理好，该办的都办了，绝对不能让害群之马欺压群众，尤其是那个严不贵，身为老师竟然如此不要脸，这样的老师能教育出什么学生啊？收到，我绝对严肃处理这件事。与此同时，倒霉的可不止一个王主任。严不贵，你一个10几年教学经验的高级教员，竟然对邻居薅羊毛，还被人贴了大字报，现在我们红星小学和街道都跟着你出名了。罗校长，我真的是冤枉啊！那些邻居都是看我德高望重，才会主动给我蒜头小葱的。有时候我也帮他们一点小忙，他们主动送给我东西，算是感谢的。你放屁！我已经派人去你们附近验证过了，所有人都说你有个外号叫严老抠、算盘精，你这种人品行恶劣，给我校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。经过多方商讨，给你记大过处分1次，调任后勤部当一个掏粪工，1个月22.5，若是再给我校抹黑，直接开除。严不贵顿时感觉天塌了，现在工资一次性减少1大半，这还怎么活啊？下午，张大壮早早回到4合院，
一进院子就看到许大茂带着一个姑娘正在挨家挨户发糖。哟，大茂哥，恭喜啊，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。那当然，你大茂哥可是轧钢厂第一放映员，你小子别对你嫂子嬉皮笑脸的，来吃糖。许大茂一边说着一边把糖都塞给张大壮，然后快速拉着娄小娥走了。媳妇，这个小王八蛋不是啥好人，不信你打听打听就知道了，纯粹是沽名钓誉的小人，你以后可不能跟他接触。张大壮进门就把糖全部塞给叶温柔。温柔哥请你吃糖，都是大白兔奶糖呢。大壮哥，这么多糖都给我吗？当然了，你正是长身体，需要补充能量。叶温柔轻轻剥开一块糖塞进嘴里，感觉之前所有的苦楚都被甜化了旁白。此时王主任匆匆赶到中院。现在95号院全体人员都到中院开会，严不贵、龙老太太、刘海中必须到场，否则明天统一去游街。全院迅速行动起来，都感觉到王主任彻底怒了。王主任，您可要给我做主啊！不知道是哪个混蛋贴的大字报，我从高级教员变成了学校讨分工，这不是毁了我们严家吗？严不贵，你还有脸叫屈？那大字报上的内容，你们全院谁不知道？龙老太太，我看大字报上怎么说你和易中海是亲属关系？你跟我说实话，到底是不是亲戚？王主任，我冤枉啊！小易就是看我可怜，这才照顾我的。是不是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从下个月开始，你不再是无保护，不再享受街道供养，而且现在傻柱和你住一起，以后就让傻柱养着你吧。龙老太太傻眼了，以后没有多余的粮票卖了，也没有1个月5块钱的收入了。严不贵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再是联络员，刘海中也不是了。这个院子由我直接管理，谁在闹事，直接送去治安所，严重者就送去大西北。刘海中很想狡辩1、2，但是被王主任凶狠的眼神吓到。现在的王主任直接开启报警模式。是谁贴的大字报？自己站出来，我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3分钟内不站出来承认错误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王主任，这大字报能给我看看写的是什么吗？你回家写作业去。一个男孩子怎么和八婆一样，天天就知道八卦？我就是好奇嘛，连续2天的大字报了，我都没看见内容。大壮弟弟，我今天邮局加班，信件比较多，我妹妹没给你添麻烦吧？叶姐，温柔很乖的，啥事没有。不过咱们院子出事了，王主任正在发脾气呢。不过没有啥事，让我先回来写作业。那你先好好学习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大院里此时吵翻了天，愣是查不出是谁贴大字报。与此同时，轧钢厂车间内突然传来惊恐的喊叫声：“快来人啊！有人被机器砸中脑袋了！”听到出事了，厂里的人纷纷跑了过来。完了，没气了。这是谁呀？脸都被砸变形了。是贾东旭，就是易中海的徒弟，以前仗着易中海，莫名其妙成了2级工，现在没了易中海，违规操作机器，直接把机器干倒了。傻柱也接到消息，第一时间赶了过来，看着贾东旭的惨样，差点呕吐出来。不，刘师傅，你和贾东旭是一个院子的吧？你去通知一下他的家属，直接拉回去吧，已经没救了。刘海中不敢耽搁，赶紧跑了回去通知贾家。小琴，快带上你婆婆去轧钢厂，你男人被机器砸死了。秦怀如两眼一黑，下意识的就瘫坐在地上，眼泪就像不要停似的拼命。怀如啊，你先别激动，二大爷，您先去街道办。现在贾张氏在打扫厕所，我们也不知道，让王主任通知贾张氏回来，2个人一起去轧钢厂。刘海中一听还有人喊自己二大爷，疲惫立刻一扫，再次跑到了街道办。王主任听到刘海中的汇报，顿时眉头紧锁。这段时间整个街道除了张大壮捐了3000块钱，就没一件好消息。孙干事让2个人去找贾张氏，让他回四合院带着他儿媳妇一起去轧钢厂。另外老刘晚上下班后回四合院通知全院，我过去开个会。1个多小时后，秦怀如和贾东旭嚎啕大哭进了轧钢厂，看到贾东旭尸体后，两眼一闭，他的人都昏死了过去。快送去医院！后勤处的吴主任，你负责轧钢厂全权处理贾东旭的后事、抚恤金等一系列问题，莫要让这孤儿寡母的没法生活。杨厂长只想早点甩开这个包袱，让后勤处的吴主任处理，给轧钢厂擦屁股这种事情，让他去处理也无可厚非。叶温柔可是被吓惨了，第一时间就跑回去，关上门，找了几本书翻看，半天了都还瑟瑟发抖。都是一帮畜生啊！要不是你们不帮我们贾家，东旭怎么会死啊？都是狼心狗肺的绝户，易中海你这个老乌龟，你为什么就去了大西北啊？要不是你去了大西北，我们家东旭也不至于死啊。张大壮，你就是个生儿子没屁眼的混蛋！你要是把工号给我们贾家，东旭也不至于着急升3级工去碰机器。贾张氏展开无差别攻击，
老娘昨天警告过你别欺负大壮，你把我的话当放屁了是不是？叶无双本来觉得贾张氏没了儿子，哭几声无可厚非，可他竟然又骂张大壮。老贾啊，东旭啊，你们睁开眼看看吧，现在都欺负我们家没男人啊！叶无双，你太过分了！你一个新来的不知道团结邻里，就知道打人。贾家嫂子就是太伤心了，才胡说八道几句，你至于这样吗？刘海中觉得王主任马上就来，必须要表现一下子。叶无双看着刘海中，顿时咧嘴冷笑，目光凌厉盯上了刘光奇。这事和我无关哦，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叶姐，对不起，我替我爸给你道歉。哼，叶无双，你是晚辈，要知道尊老爱幼。贾家嫂子虽然有错，但是你动手，那性质可就变了。滚！就在这时，张大壮也放学回来了，听到院里哭喊声太大，就跑过来看看。没有。张大壮，都怪你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宁愿帮叶无双这个女人都不愿意帮扶我们。要是你把工号给我们，我家东旭也就不会出事。那你报治安来抓我吗？你必须赔偿我家500，不，赔偿我家1000块，不然我就去报治安。不赔，有种你就报。大壮，我妈就是太生气了，你也别的理不饶人了。贾家这么困难，你伸把手，贾家也就不会沦落到这一步。当年我和奶奶相依为命的时候，没钱上学，没钱吃饭的时候，咋不见你们贾家伸把手帮帮忙？甚至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，还联合傻柱、易中海对我做出那些事。这些都是我婆婆干的蠢事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秦姐说的对，这些事情就是你和贾东旭联手干的，结果把秦姐的名声都搞臭了。众人顿时觉得傻柱说的有道理，纷纷开始指责贾张氏。好在王主任脸色阴沉着走了进来。你们院子就没一个让人省心的。贾张氏，你儿子违规操作导致出事，结果轧钢厂抚恤金也一分不少的给了你们，还让你儿媳妇去接班，你有什么好吵的？再吵你就滚回乡下去。果然欺软怕硬，王主任一发话，立刻停止闹腾。贾家现在没了男丁，日子也确实不好过。我们现在是新社会，本着互帮互助的原则，大家都伸把手，帮贾家把后事给处理完。想必传出去了也是没谈，外人也不会认为咱们院子就是一堆烂泥，这是改变名声的好机会。众人一听，觉得很有道理，纷纷点头答应。这件事就由刘海中刘师傅负责，大家都听他的安排。王主任，家里实在是揭不开锅了，粮食没了，以后家里可怎么活啊？大家都伸把手，我先打个样，捐5斤棒子面外加1块钱，家里有粮食的捐点，1斤半斤的，实在没粮食的就捐点钱，先让贾家熬过这段时间。王主任，贾家不是有抚恤金吗？捐点粮食不就得了？王主任想了想，贾家暂时的确不需要钱，但是需要粮食，大家都看情况捐点，先让贾家熬几天。那几天过后呢？秦怀如现在怀着孩子，总不能一直让我们大家捐吧？现在谁家缸里有多余的粮食啊？王主任也挺无奈，毕竟他也搞不到多余的粮食。王主任，我可以从食堂带点剩菜剩饭，或许不多，但是能勉强顶个温饱。傻柱，这不是给大字报增添素材吗？面对傻柱的自荐，众人纷纷松了一口气，觉得自己不用当冤大头了。唯有何雨水冷笑，心底暗暗发誓，必须贴傻柱的大字报。感谢何雨柱同志，这样的大好青年若是能多来点，咱们院子铁定是闻名四合院。王主任虽然觉得有些不妥，但他也想甩掉贾家这个包袱，自己也能轻松不少，只能答应下来。显然是想给贾家拉帮头，说的大义凛然的。众人都懂傻柱的心思，但是唯独许大茂把话挑明了。搞不定叶无双，难道我还能搞不定秦姐吗？秦姐现在就需要我帮助，等我把她暖到了，嘿嘿。好了，大家不要随便开玩笑。刘师傅、傻柱，你们好好配合，把贾家的后事处理完。如果干得好，我就再让你们担任院子的联络员。如果谁想选拔联络员的，也可以毛遂自荐。说完，大部分人就开始帮贾忙活起来。何雨水则第一时间跑回自己的房内。姐，我怕我不住在那里了。叶姐，你带温柔住我那边吧，她还是个孩子。会不会太打扰你了？没事，前院3间屋子有独立的厕所和水龙头，你带着她一起去吧，免得有人说闲话。大壮弟弟，谢谢你。锁了门，叶无双便带着叶温柔跟着张大壮去了前院旁边。到家后，姐妹俩就去洗澡，张大壮则开始做饭，还从系统内取来2个大红苹果、2个桃子，打算弄个水果拼盘。等到姐妹俩洗完澡，换了一身清凉衣服，张大壮看到后直接目瞪口呆。张大壮现在的身体虽然只有17岁多点，但是他的灵魂却是30岁。叶无双看到了张大壮的眼神，瞬间秒懂。大壮弟弟，你父母几岁离开你的？
11岁，很早了，我都忘记他们的模样了。屋内沉默了一阵后，叶无双就去帮忙端菜。叶温揉成米饭。大壮哥哥，这是什么？水果拼盘，挺好吃的，但是出去了不许乱说，不然容易引起麻烦。这一顿饭，叶温柔和叶无双都吃爽了，从未吃过如此美味的佳肴，心底对张大壮都挺好奇的，也充满了感激。姐妹俩主动把锅碗瓢盆全部清洗一遍，还帮张大壮把衣服给洗了。叶姐，你们这几天就住在偏房，中院这段时间估计有的闹，你们别去中院了，以后遇到事情冷静点，实在不行就报治安，如果不是大事就等我回来，我给你们出主意。这一夜，叶无双翻身打滚睡不着，总觉得欠张大壮太多了，人家根本不需要自己，但是自己带着妹妹离开张大壮活不下去。如果你年纪再大点该多好啊！大壮弟弟，起床吃早饭了，还要上课呢。叶姐，我今天没课，你吃完就去邮局吧，不用管我。那也要吃饭啊，你还是个孩子，正长身体呢。大壮哥哥，你今天不上课，要不要陪我出去逛逛啊？先吃饭，吃完了我带你去逛街。你们来4九城这么久都没逛过街，下午正好带你去钓鱼，好久没吃鱼了。叶温柔极为高兴，吃完饭便撒娇拉着张大壮出去玩。大壮哥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和姐姐恐怕已经被饿死在遣返的路上了。这么客气干什么？我当时也不是专门为了救你们，而是纯粹想做一件好事，赠人玫瑰手留余香，我的灵魂也得到了洗礼，所以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。叶温柔下意识想要揽住张大壮的胳膊，但是突然想到眼前的男人不是自己的亲姐姐，要是被人看到了会给张大壮带来极大的隐患，这才不得不压下内心的冲动。走，我们去买2根鱼竿去钓鱼，晚上吃鱼。买完鱼竿，张大壮便带着叶温柔便来到湖边。张大壮一边钓鱼一边看着那纤细的手指，简直是艺术品一般，心底顿时涌上一股爱慕的想法。他自认为即便将来娶了她，也不会亏待她，甚至十分喜欢，尤其是那性格柔柔弱弱的，他这种大男子主义的人就喜欢这种女孩子。大壮哥，你的鱼飘动了。张大壮回过神来，下意识抖动了一下鱼竿，拉扯力突然加大，力量还不小。张大壮不断和鱼拉扯，消耗他的力量。5分钟后，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。看着他拉上来一头足足7、8斤重的胖头鱼，顿时引来一片惊呼。卧槽，好久没看到人钓到这么大的鱼了。小兄弟，这条鱼卖不卖？我们是轧钢厂的采购员，卖给我们不需要担心有人说投机倒把。大叔，我钓鱼是用来吃的，暂时不卖，如果等会钓到更多的，你可以拿一些票据来换。中年大叔有些惋惜，觉得他不可能再钓到更大的鱼了。但是片刻后，叶温柔的鱼漂也动了，差点把他拉下水。张大壮连忙接过鱼竿，能把你这几十斤的人拉进河里，看来个头不小，我来把他弄上来。又是1分钟，张大壮钓上来一条8斤多的淡水鲈鱼，非常少见。小同志，你可是说好的，下一条留给我的，我拿票跟你换。我是棉纺厂的采购员，这条鱼给我们，我们不仅出票，还能送你点瑕疵布。嘿，我说你这个臭小子，先来后到不懂吗？什么先来后到？我们凭本事换到的物资，有本事你们也出瑕疵布啊！哦，你们是轧钢厂的，总不能给小同志一些废铁吧？2位同志不要争了，我们今天运气不错，肯定能钓到第3条。这样，你们一人拿1条，我需要布票。棉纺厂的同志，您最好拿一些好布来和我换，我到时候钓到多的都拿来和你换。张大壮连忙将鲈鱼给棉纺厂的采购员，将胖头鱼给轧钢厂的采购员。2个采购员拿到鱼就笑着离开了。张大壮难得清静一段时间，叶温柔将甜品亲手喂到张大壮的嘴里。正当惬意的时候，严不贵小跑过来。大壮啊，果然是你！我在老远就听到这边有个钓鱼高手，年轻帅气的小伙子带着一个漂亮的姑娘，我一想就知道是你们2个。你们钓鱼用的是什么饵料啊？能不能给严大爷一点？你也知道，大爷我现在被调到后勤当套分工了，1个月22.5，家里7、8口人等着吃饭，我也想钓鱼补贴家用啊。这周扒皮以前家里挺有钱的，这10年来又抠抠搜搜的攒了不少，即便如此，也舍不得拿钱出来买个工号，实打实的周扒皮。严老师，我用的就是普通蚯蚓，都在这呢。你若是喜欢，拿点粮票和我换。粮票换蚯蚓，说什么严不贵都不可能同意。哎，严大爷家里难啊，家里的粮食根本不够吃，哪能换蚯蚓啊？大壮，你先钓鱼，我就在旁边看看。严不贵直勾勾看着张大壮，想看看到底有没有别的饵料。张大壮岂会看不出这周扒皮的心思，便起了故意逗他的心思。于是，在上鱼饵的时候，特意扣了一个玉米粒，那是在灵泉里浸泡过的。果然，这个小兔崽子没说实话，那个玉米粒一看就是被什么东西泡过的，上面散发着香味。要是能把配方搞到手，我岂不是要发财？几乎是3秒钟都不到，一条重达20斤的大鱼便咬钩了，撕扯力搅动河水。
大鱼加把力，把他鱼竿扯断，可千万别钓上来啊！等我搞到鱼饵，一定把你搞上来，至少能卖7、8块钱，甚至更多。可惜事与愿违，张大壮点了运用力道卸去大鱼的拉扯力，短短7、8分钟就把这条大鱼就被乖乖提上来。我的眼睛就是尺子，这条鱼至少27、8斤，这种鱼是大厂招待领导的绝佳材料，这一条鱼就可以搞个全鱼宴，价值最少12块。这叫什么鱼？这应该是外来物种，咱们这里以前没有这种鱼，不过这种鱼肉非常鲜美，而且繁殖快。大壮兄弟，这条鱼让给我，我给你半匹布，质量绝对上乘，在供销社你可买不到。张云激动坏了，只要今天把这条鱼带回去，自己的转正就没问题。大壮啊，你严大爷家真的是太难了，你能不能给我钓一条带回去尝尝鲜啊？不能。那你能不能把那些玉米粒给我一些？当然也不能啊。大壮，我好歹也教过你1年语文，你这孩子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尊师重道、尊老爱幼啊？你知道这些玉米粒有多贵重吗？你张嘴就要，怎么好意思的？再说了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不多开口多要几次，我怎么可能给你？显得他多廉价。大壮，你就给大爷一把就一把。张大壮拿着盐不贵不断刷积分、刷奖励，不到10分钟就拒绝了10几次不合理的要求。盐不贵气得半死，不得不打算先回4合院再忽悠张大壮。张大壮却赚翻了，这盐不贵给他贡献了10亩黑土地。各种果苗，最后除了留下3条3斤重的鲈鱼，其余的全卖给了张云。大壮兄弟，下次有事到棉纺厂找我，我一定尽全力给你办。随后，张大壮带上叶温柔和几条鱼便回了4合院，严不贵紧跟其后，恨不得立刻拿到配方。到了院子，张大壮把鱼放到水缸里头，简单清洗了一番，严不贵便急促的敲门：“大壮，我是你严大爷啊，你快开门，大爷有事和你说。”严老师，你干嘛呢？大壮啊，你把鱼饵配方告诉我呗，我以后钓到鱼了就给你1条。你做梦呢？你知道这种配方价值多少吗？你知道我今天挣多少吗？严不贵很无奈，看来是算计不到张大壮了，必须花钱买。有了这个配方，你家还需要买工作？单靠卖鱼就能比很多高级公挣的多，你就拿1条鱼糊弄我，真不愧是严老抠。严不贵越想越觉得有道理，有了这种配料，还用买啥工作啊？而且几个儿子和他都可以去钓鱼挣钱。你这孩子跟严大爷还这么计较？你说说多少钱能把配方给我？800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你要是嫌多，就当我没说，别和我讲价。这特么是真打算把配方当做一个工号卖给自己了？好好考虑清楚哦，错了这村就没这店了。行吧，你等会，我回去给你拿钱。不到10分钟，严不贵就拿钱过来了。大壮，你把配方写好给我，这800块给你。先把钱给我，然后我说你自己写。严不贵很无奈，这个滑头一点把柄都不肯留给自己。但是张大壮不缺800块，可他缺配方啊，只好把钱给了张大壮。听我念配方，不好好记，到时候缺少什么材料钓不到鱼，你找我也不会认的。严不贵急忙拿出纸和笔开始记配方。煮熟的玉米粒，2两猪大肠煮熟切碎搅拌，再滴入1滴油，比例要配好，再次搅拌，彻底融合。严不贵如获至宝，恨不得当成传家宝。严老师，如果有人问你这钓鱼饵料配方你哪来的，你该如何回答？我捡到的，嘿嘿嘿。说罢，严不贵扭头就跑。时间飞逝，转眼就到了7月份。傻猪对秦怀茹的舔狗之事更加凶猛，有时候能摸到小手就让他乐得整不到北。为了让秦怀茹开心，开始偷偷拿小食堂的肉食了。第1次拿的很少，第2次就加量。随后贾家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胖了起来。吃完饭，张大壮和叶家姐妹闲来无事，就坐着一起闲聊起来。大壮，你觉得我妹妹咋样？你喜欢不？这么漂亮可爱的小妹妹，当然喜欢啊。我是说娶她当媳妇。我们年纪不够啊，如果年纪够了，我肯定是乐意的。那就得了，我看得出这小丫头满脑子都是你，每天都想来找你玩，但是又怕坏了你的名声。只要你愿意，我就找机会把咱们中间那堵墙弄个暗门，到时候她就可以随时随地进你的院子，而且在你的院子有很大的活动空间，我怕把她憋坏了。张大壮自然是很乐意的，自己一个人也挺无聊的，于是就答应了。这样吧，我这边装修剩下不少材料，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弄一下。于是2人通力合作，将墙体挖出一个暗门，用柜子挡住。妹妹，这个暗门任何人都不能说，听到没有？叶温柔虽然性格柔弱，但是心思聪慧，岂会不懂姐姐的意思？顿时连连点头。几个月后，秦怀茹也诞下了贾东旭的孩子，脸色红润了少许，看起来状态不错。因为傻猪这几天从轧钢厂偷了不少肉食给他坐月子，随后的日子，贾家不断传来肉味，把何雨水气得半死，对傻猪愈发怨恨。于是何雨水开始第1次写大字报，就是关于傻猪的。张大壮也没闲着，直接写了一份送到了上面的办公室。果不其然，工业部以及上级单位同事悄悄下来调查这件事，傻猪当场就被抓了个现行。与此同时，杨厂长也被带走了。
我没有包庇傻柱，更没有同意傻柱带剩菜剩饭回去，更别说同意他带那么多肉食和白面馒头给贾家媳妇坐月子了。我冤枉了。这一天，贾家还在等着傻柱的饭盒呢，因为傻柱答应了，今天必须带一份红烧肉和白面馒头回来。傻柱这个混蛋怎么还不回来？妈，肯定是领导有招待餐耽误了。你要是饿了，就吃几个窝窝头垫肚子。可是，一直等到夜里9点多，贾家彻底炸了。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！傻柱怎么还不回来啊？你们不要打扰邻居休息，我去问问杨六，他也是轧钢厂上班的，我问问他有没有看到傻柱。小杨，我是你琴姐啊，我想问问你看到傻柱了吗？没看到，我又不是食堂的，这都半夜了，你家能不能照顾一下别人的情绪，别吵了。秦怀茹又去找刘海中，才发现刘海中也没回来。光奇，你能不能跑一趟轧钢厂，问问二大爷和傻柱为啥没有回来？刘光奇一路风驰电掣，10分钟便冲到了轧钢厂保卫科。同志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轧钢厂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任务需要高级工留下来加班？轧钢厂早就下班了，没人了，你找谁？我找刘海中和傻柱。刘海中是车间7级工，傻柱是食堂大厨。傻柱和刘海中被抓了，现在不在轧钢厂，他们是被上面的人亲自带队抓的，现在还不知道具体情况。我能问下刘海中和傻柱为什么被抓吗？傻柱是多次盗窃公家财物，至于刘海中，我们不知道，只知道是在大门口抓的。刘光奇有些崩溃，现在只能先回去等消息。10分钟后，听到消息的贾家彻底绷不住了，等了一天的红烧肉就这么结束了。傻柱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家呀？关我们家什么事情？这傻柱真是特么的傻子，没钱冲什么大头啊，竟然让我们家吃偷来的东西。这一夜，贾家是彻底消停了。第二天，街道办的人来了。我是你们街道办的新主任，我姓李，之前的王主任已经被调到其他区了，以后有什么事情就到街道办找我。王主任说是平调，实际上就是流放宁古塔了。李主任，我家的傻柱子被抓了，到现在也不知道下落，我以后的生活可怎么办啊？李主任看向龙老太太，她来之前就调查过这个4合院，毕竟远近闻名啊。老太太，没人照顾你，你就去养老院，那边有人专门负责你的生活起居。我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，您能不能安排院子里不怎么忙的小年轻照顾我的生活？我看大壮小同志就很好心有同情心。张大壮是学生，是未来的栋梁，整天不学习就围着你转悠吗？那叶家的小丫头呢？她也不上学，整天在家无所事事，让她照顾我的饮食起居怎么样？要不要封你当太皇太后，再单独给你准备10几20个丫头来照顾你？龙老太太被气得够呛，半天没说出话。老太太，你是留在4合院自生自灭，还是去养老院？不要再提这种无理要求，人家一个孩子凭什么伺候你？李主任，我去养老院。龙老太太想通了，若是傻柱和易中海还能回来，自己再回来便是，现在留下来就是等死。行，孙干事，你带2人把龙老太太先送去养老院。不过你既然去了养老院，这房子就要归街道办了。李主任，那是我的私宅，暂时给老太太住的。抱歉，我没有调查清楚。既然如此，张大壮小同志，你这2间屋子是暂时交给街道办租出去，还是自己回收用？张大壮低头沉思，这2间后罩房暂时没用，不如交给街道办租出去，反正房产是自己的。大壮弟弟，我家的住房实在是太困难了，棒梗眼看就大了，和我们住一起不方便，你能不能把房子租给我们贾家啊？不租，我这房子暂时要回收自己用，我马上也要结婚了，我爸妈可能随时回来，我肯定要把住房给安排好。哼！行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我们就不在这里打扰你们了。1周后，傻柱的判决下来了，他盗窃公家巨额财物，而且多次盗窃，被轧钢厂开除，期间所有工资全部赔偿轧钢厂损失。刘海中道德思想有严重错误，被判3个月，降级为学徒工。至于杨长思想不端正，包庇罪犯，已经被一撸到底。这一天，李怀德可美坏了，杨厂长提前进去，而且不是冤枉的，导致以后都不可能再起来了。李怀德才顺利坐上厂长位置，心里想着该怎么报答贴大字报的人。王秘书，你去95号院查查谁和这帮人有仇，精确到个人，然后态度客气点，找个机会让我和他见一面。欠这么大的人情得还啊！王秘书领命而去，伪装成街道办的干事，在95号院子内打听了好一会，又在附近的几个院子打听了一下，最后确定了贴大字报的人要么是张大壮。不到半天时间，张大壮的资料就到了李怀德的面前。李怀德看着资料，满脸笑容，就是他了。
他现在在哪？现在他毕业了，正在审核，应该是要分配的，具体要分配到哪里还没有消息。去买点礼品，晚上和我去95号院子拜访一下这位小同志，我喜欢他这个性子，有仇就报，绝不委曲求全，是个干事情的料子，值得培养。晚上，王秘书带着李怀德来到了南鼓罗巷街道95号院门口，手里还提着不少好东西，比如麦乳精这种平常人搞不到的东西，半斤肉票，一张自行车票，还有一个工号，任何一样都能让人极度的眼红。这些全被门口的严不贵看得一清二楚。两位是来找人的吗？严不贵这个人早已经被王秘书打探得一清二楚。这不是严老抠吗？上过大字报的人，你很有名啊。这些都是某些人故意破坏我的名声。我是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，曾经还是管事大爷。李怀德二人也不再理会，直接就去敲响张大壮的院门。您是？大壮同志，我是轧钢厂的李怀德厂长，听说你是优秀中专毕业生，特意来拜访一下，想为轧钢厂引进一些人才，不知道有没有打扰到您？李厂长，您请进，您能来我家，真是让寒舍蓬荜生辉啊！王秘书就站在大门外没有进去，给李怀德留下一个单独的空间，和张大壮好好聊聊。大壮同志，我非常欣赏你的个人能力，特意来邀请你加入轧钢厂，这些礼品和自行车票，工号是我的见面礼，希望你不要拒绝啊。张大壮有些莫名其妙，无功不受禄啊，像这样送东西，而且是这么贵重的，这李怀德咋想的？感谢你的大字报，咱们有个共同的敌人，就是那个姓杨的。张大壮没想到李怀德居然猜到是自己贴的大字报，顿时笑了笑，他没有否认，但是也没有承认。感谢李厂长送来的这么贵重礼品，我受之有愧啊。但是长者辞不敢辞，那我就收下了，毕竟我还确实挺缺工号和自行车票的。大壮，以后咱们就是自己人，入了轧钢厂，你就是研发部的组长，最多1年，有点成绩了，你就是副主任。感谢李厂长栽培，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待，晚上就留下来吃顿饭。以后私下里喊李叔，吃饭就不用了，我等会还有事，就不打扰你了。我和上面也打过招呼了，希望你尽快到轧钢厂报到。当然，这个工号是单独送给你的，你随时安排人去上班。如果不喜欢那个岗位，可以安排对方随时调岗。张大壮点了点头，亲自将李怀德送出门。叶姐，明天拿上钱，先去买个自行车，以后想去哪就方便很多了。大壮，不要这么大手大脚的，你没吃过苦，不知道钱的重要性。姐身体好，2条腿就可以上班外出，这钱你收着，这票姐找个机会去黑市帮你卖了。钱是挣不完的，让你拿着就拿着，等温柔18岁了，这工号就有用处了，还有1年多点，也不知道这工号有没有时间限制，明天我去轧钢厂问问。我也能有工作吗？当然，若是这个工号不能留太久，我会想办法帮你重新弄一个工号，给我打下手就行。张大壮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回来，叶无双看着自行车，那小心脏又开始不争气。你对姐这么好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。那就以身相许呗。叶无双红着脸，一溜烟就离开了张大壮的视线。夜里，叶无双好不容易让叶温柔先睡觉，随后悄悄通过暗门进了隔壁屋。叶姐，这一夜，叶无双将这些年所承受的苦难，终于全部得到了释放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到了62年除夕，院内除了楚家和严不贵以及齐阿茂，都还算母亲。张大壮才马上19岁，而叶温柔17岁，只差1年就可以结婚，所以他们2人提前订婚了。张大壮和叶温柔、叶无双在家做了一桌丰盛的年夜饭，可是还没来得及下筷子，就听到门口响起了敲门声。大壮弟弟，家里太难了，今年过年家里实在熬不下去，求求你帮帮我们家吧。秦怀茹，你大过年的跑我们家门口哭，你觉得这合适吗？大壮啊，你就可怜可怜秦姐吧，棒梗兄妹3个饿得嗷嗷哭，都是我这个当娘的没用。秦怀茹，你是寡妇不假，日子是不好过，可是你1个月27.5平均分配下来，1个人5、6块钱，比起困难户都富裕许多。还有你贾家2个人的抚恤金，你贾家比大部分家庭都富裕许多。可我呢，我父母早亡，丈夫早亡，我1个人带着年幼的妹妹走了千里，啃树皮，吃垃圾，也不曾厚着脸皮讨要别人一口饭菜。做人最起码有点骨气吧。秦怀茹被说得抬不起头，只能捂着脸跑回中院。贾张氏一看秦怀茹没拿到肉红包，顿时火冒3丈。大过年的不买肉也就罢了，现在连借点肉都做不到，你就这么养孩子的吗？你自己看看棒梗，这1年瘦的还有人样吗？秦怀茹被说的没办法，又不能真和贾张氏打起来，只能把目光盯上了何雨水。这个小丫头也即将毕业，而且每个月都能接到易中海的赔偿款30元。院子里除了张大壮，就他最富裕了。可说了半天，
最终还是空着手回去。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到了3月。这四合院来了一封电报和一封信，是给严不贵的，来自大西北，上面写着大字报张大壮贴，简简单单的7个字。瞬间爆发，立马就去找刘海中、贾张氏等人去报告有关单位。其实这段时间治安所也一直在查这件事，因为这是李阳也因为办事不力被降了1级。接到办轧钢厂保卫科治安所，李阳得到消息，纷纷带人赶往95号四合院。李阳看着另外2方人马都来者不善，立刻下令让人阻止。你们干什么？李所长，我这边有个案子需要询问一下张大壮，希望李所长配合我们街道办控制好局面。张大壮是我们轧钢厂的员工，他犯了错误，理应我们保卫科出面管理，麻烦2位让一让。张大壮犯了什么错？你们有什么证据？可不要张嘴就来，不管他是不是轧钢厂的工人，只要他身上有案子，都归我们管。李主任、李所长、孙副科长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大壮，有人说是你贴的大字报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李所长，那几份大字报可真不是我贴的，那字体和我的受精体字体有着很大的区别，那人肯定是打击报复，我要求对方提供证据，否则我就告他们诬陷诽谤我。来，你们说是张大壮贴的大字报，而且说证据十足，现在提供一下证据。咱们院和这几家有仇的就张大壮一个人，不是他还有谁？对，这个人自私自利，没有道德，不知道尊老爱幼，而且思想格局有很大问题，所以这大字报一定是他贴的。如果说我这个人自私自利，那你们被劳改、被教育，岂不是更加自私自利，没有道德？老贾啊，东旭啊，你们睁开眼看看吧，这个小混蛋到现在都还不承认，还欺负我们家呀！贾张氏经常在院子里封建迷信，召唤老贾和贾东旭，现在当着你们的面都敢这么做，可想而知在院子里有多嚣张。你们不管，就不怕有心人在贴大字报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封建迷信，就是太生气了。先把贾张氏送去养猪场改造，为期30天。如果30天后还是不悔改，那就驱逐下乡。如果不是看着贾家有3个孩子需要你照顾，你以为你能在49城待这么久吗？李所长、李主任、孙副科长，我是轧钢厂研发部副主任，有人这么诬陷我，而且没有实际证据，你们就带人来抓我，不应该给我个合理的解释吗？3方领导都盯着严不贵和刘海中，毕竟2人可是信誓旦旦的保证，只要他们到了四合院，一定能看到证据的。这件事是易仲海和傻柱让我们说的，他们说的头头是道。3位领导，我有个疑问，这些大字报是易中海被送去大西北以后才被人贴的，这易中海全靠猜测和臆想就说我严重怀疑他易中海是恶意报复我，才把这些罪名安在我头上的。我要向大西北调教所汇报，这个易中海和傻柱思想有严重问题。这件事我会向调教所反映的，必须给你一个交代。这2个人就是易中海的帮手，如果我被他们诬陷成功，严重耽误了轧钢厂的技术研发，对轧钢厂的损失不可估量，我要求严肃处理。大壮啊，这件事和我无关啊，都是严不贵让我去说的，说有你的证据，你不能害我啊！我要是再被带走，一定会被开除的，我们会被饿死的，求求你高抬贵手吧！大壮啊，严老是真的错了，看在我教过你1年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帮易仲海说你了。原不原谅你们是治安所的事情，我只负责送你们去接受审判。这一刻，3方人马意见统一，严不贵和刘海中因为随意诬陷他人，造成恶劣影响，被关了15日。贾张氏还是去养猪场养猪。这天夜里，张大壮下班有点晚，突然感觉有人跟踪自己。张大壮感知到了危险，立刻采用系统扫描敌人的位置。4个人，3人在树后面，1人在树上，树上的人还拿着真理，其余人都拿着棍棒，一看就是常年干这种事的。张大壮迅速绕他们背后，1人1掌，全部打晕。他们的侦查和反侦查意识，在系统加持的张大壮面前完全失去了作用。张大壮将把他们全部捆起来，骑上车子就直奔李阳副所长的住所。大壮，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？李叔，穿上衣服，带上装备，跟我走。李阳立刻骑上车子，拿上真理，跟着张大壮冲向那片小树林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要不要我叫几个支援？李叔，我发现几个身份有问题的人，这几个人的侦查能力特别强，反侦查意识也非常好，但是他们莫名其妙的跟着我，肯定有问题。现在他们被我抓了，要是迪特，这个功劳足够你官复原职了。你这个臭小子，遇到事情应该第一时间和我说，而不是亲自上。李叔，你小看我了，别说他们几个未必是迪特，就算是我也不能抓住他们。2人在聊天中很快便来到小树林中。当李阳看到他们腰间居然都有真理的时候，顿时冷汗直冒，庆幸他们没有直接动手，否则张大壮就算再厉害也逃不掉。他们至少是个杀手，至于是不是迪特，那还需要您仔细审问。大壮，这个功劳太大，我们2个吃不下，
咱们所里最近来了个新人，背景有点大，你介意和他分一下功劳吗？如果不介意，那我现在骑车去带上他，以后对你有好处。李叔，你看着安排，我对这种功劳没特大兴趣，给我个锦旗就行。李阳不再废话，骑上车子就冲向治安所。因为那个有背景的新人今天值班，大概20分钟左右，李阳就带着2人来到小树林。李所，你们已经搞定了吗？谭队长，这几个人的身份有问题，有可能是敌特，而大壮是研发人员，不适合参合到其中。我一个人拿不下这种功劳，所以想和你分一下。张大壮同志，李所，这个人情我记下了。我叫谭正邦，大壮，以后叫我一声谭哥就行。李叔，谭哥，我就是打酱油的，要这种功劳没啥意思。我先陪你们把这帮人送到治安所。送到治安所后，张大壮就直接回家了。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是遇到什么危险了吗？因为张大壮第一次这么晚回来，所以叶无双特别着急。遇到杀手了，不过已经被搞定了。我得罪的人应该都没胆量擒杀手。现在李所长已经帮我审问了，明天应该能得到答案。姐，你别紧张，先回去休息吧。找出背后的人，告诉我就行。你不要出手，你的未来有大好前程，不要冲动。姐啊，咱们可不能这样，我不动，你也别动，要相信组织，实在相信不了，我们再出手。叶无双原本霸道的性格在张大壮面前像个娇柔的小姑娘。这一夜，张大壮没让叶无双走，叶无双也不想走。今夜张大壮遭遇杀手，让他彻底放开了，也想开了。第二天，李阳有了结果，就立马跑来告诉张大壮。大壮，你知道那4个人是什么身份吗？要么是敌特，要么是杀手，还能有别的特殊之处吗？你这孩子，这可是敌特啊！他们因为没了活动资金，在暗室接了1个人的单子，对方要嘎了你，价格是3块大黄鱼，外加400块钱。经过1夜的拷问，顺藤摸瓜，直接端了他们一个站点。我和谭队长1等功是跑不掉了。谢谢李叔，也恭喜您了。希望你能再进一步，也好方便照顾我。只要这件事彻底搞定，我至少是能跳3级。现在唯一可惜的是查不到到底是谁要嘎你。我们现在唯一能知道的是保卫科有人被收买了，这可是大麻烦。保卫科应该是孙副科长。知道了又如何？没证据，这个混蛋做事滴水不漏。昨天夜里保卫科有人打手电筒当讯号，可是昨天无法给自己证明清白的有6个人，其中1个就是内应。但是对方心理素质极强，而孙副科长又有不在场的证明，想要拿下他还需要从长计议。张大壮点了点头，既然知道是谁，防备一点就好。李阳随后又交代了几句，这才匆匆离去。1个月后，张大壮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谭正邦，此刻精神焕发，应该是人逢喜事精神爽。大壮兄弟，刚刚才忙完上次的事情，这才找到时间来拜访一下你。恭喜谭哥了，现在成所长了。那我李叔现在在哪呢？老李现在在东城区治安局担任副局长，他送我这么大一份功劳，单是1等功就1个，2等功3个，集体3等功2个。这副局长绝对不是他的终点。温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谭哥，治安所所长，以后你喊一声谭大哥就行。谭大哥。谭哥，这是我对象，已经订婚了，以后就是我的爱人。弟妹，第一次登门拜访，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，这是我在黑市购买的一块阴阳玉，可分割成2份，正好送给你们小夫妻，能当个传家宝。说着，谭正邦便拿出一块巴掌大的圆形玉佩，玉分阴阳，跟太极图似的。即便是这个时代，这块玉也是很多大人物喜欢的。谭哥，这东西太贵重了，您还是收回去吧。认我当哥，这就是礼物，不认我扭头就走。这种家庭人物不缺这种好东西，他们把功劳看得比命都重要。张大壮无奈只能收下。谭哥，我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，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1万斤上等的白面，到时候你拿去随意处置。哥哥本来是打算送给你礼物的，但是你这白面让我惭愧。不过我是真的缺白面，不仅仅是我缺，而是整个社会都缺。你只要搞来白面，我什么都不问，直接拖走。白面来路正规，且不会影响到外面的市场，不是从老百姓嘴里抢出来的粮食，你放心就好。你能不能给我搞个大点的院子，我找人把白面送过去。什刹还有座王府，5进院子，空间面积大，若是真能搞到那么多白面，我做主那座王府你拿走，房契地契会有人搞定，送到你手中。当晚，谭正邦便带着张大壮来到某处王府，确实是5进院子，比95号院子大了1倍都不止，尤其是中院的空地特别大。喜欢这个院子吗？不喜欢我再托关系给你搞个更好的。这次因为谭正邦立下大功劳，在家族里面特别受宠，深得老爷子喜欢。谢谢谭哥了，我喜欢这处宅子，我不占你便宜。那1万斤是阴阳玉的赔礼，但是这宅子价值10万斤白面，明天你派车来的时候多派车过来。谭正邦好奇地看着张大壮，
但是他也知道不能深究，人家能搞到白面，肯定有自己的渠道。谭正邦到底是见过大场面的人，把房子钥匙交给张大壮后便离开。回到家，张大壮内是自己的系统农场，现在已经是300亩的黑土地了。他也很久没有出售内部空间的物资了，白面堆积如山，牛羊猪肉堆积了数万斤，其实他可以一键出售的，但是想和谭正邦打好关系。如果谭正邦值得结交，以后就可以多卖点；如果他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那就不再卖给他东西了。当天夜里，谭正邦就将物资全部拉走，张大壮还多加了1万斤肉食。第二天，谭正邦来的有点早，提着一个包，里面正是房契地契。那么大的一个5进院子换了那么多物资，对于谭正邦来说是赚大了。兄弟，你这个人情我欠的越来越大了。那么多物资，我爸和我爷爷都快把我夸到天上去了。5进院子如果你用不上，我建议你租出去。暂时不租，我打算把我这边的房子租出去，我要去那边住，这边住的让人难受。这95号院是我们东城区重点关注对象，现在就连我爷爷那种级别的人都会偶尔当个笑话讲出来，你可想而知你的院子有多出名。张大壮咧嘴笑了笑，没再接这个茬。谭正邦留下吃了一顿饭，并邀请张大壮和叶温柔有空去他的家属院见一见他的媳妇。1个星期后，张大壮和叶家姐妹就搬进了5进院子，从此开始了3人的幸福。